我给古代服役的工人只提供无限的白粥和榨菜，并且每天要求工作8小时才能休息，甚至只有周末才能吃到红烧肉。本以为工人们很快就会反抗，可第1天的时候，工人们就坐不住了。这是咱们最后一顿饭吗？第3天的时候，工人们陷入惶恐。咱们大人不会是要养死士吧？直到第7天，所有工人来到我面前。大人，你想杀谁，我们就帮你杀谁。我们这条命都是你的。持续1个月后，工人们莫名其妙给我披上了一件黄色并带着龙纹的衣服。大人，天冷了，加件衣服吧。我看着手中的龙袍，若有所思。哎呀，你们真是害苦了朕啊！朕对这个国家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就在2年半前，我穿越成一名古代边塞县令，并且还觉醒了一个最强物资系统。本以为有着系统加身的我，很快就能走上人生巅峰，可没想到系统一开始只给了我无限的大米、榨菜以及云南白药，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个帖子：如果给古代服役役的人只提供白粥榨菜，他们会不会反抗？绝大部分网友们的回答都是不会。更有淘气的网友回答道：只要白粥榨菜管饱，如果粥再稠点，榨菜里加点香油，别说服决议了，就是让这些人把长城修到欧洲去，他们也一点怨言都没有。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着，身边的仆从杨修指着远方一座破破烂烂的小城：少爷，前面就是平凉县。我望着眼前那破败的城墙，不由得皱紧了眉头。看来这县令怕不是那么好当的。就在我走进城时，一名脸上被划伤还缺了3根手指头的妇女跪倒在面前，请求道：行行好，求求你给点粮食吧。有了这个女人率先开始乞讨，其他人也纷纷走到跟前拦住我的去路，跪倒在地祈求着一口吃食。我刚想从马车中掏出一些粮食布施给这些残废百姓的时候，人群中传来了一个声音：你们这些人不要挡着人家贵人老爷的路。说话间，从中走出一位男子，他左边腰间斜挎着一把有数处缺口的绣春刀，十分惹人注目。你是这些人的首领吗？叫什么名字？佩刀男子自嘲的一笑：我哪里是什么首领，只是这些人都怕我手中的破刀罢了。贵人要是方便，还请施舍些粮食给我们这些残废吧。我将手伸入身后马车之中，然后掏出2袋大米，走到那佩刀男子身边。我看这些人虽然个个身体残缺，但是还保留着些许秩序，想来应该是你的功劳。这里有2袋粮食，你就拿去分与他们吧。佩刀男子也没想到我会将这宝贵的粮食亲自递送到自己的眼前，这一行为给了男子莫大的尊重。接过我递来的粮食后，周围这群人顿时一阵千恩万谢。佩刀男子也掂量了一下手中这2袋粮食，本就对重量敏感的他知道，这2袋粮食起码有30-40斤，足够他们这些人省吃俭用吃上2顿。佩刀男子将手中2袋粮食递给第一个拦住我马车的女人：你把这些粮食给大家伙分一分。不过那女人刚打开粮食袋时就惊住了：吴大哥，这是精粮。什么？佩刀的吴姓男子以为自己听错了，那女人直接将粮食口袋伸过吴姓男子的面前，让他仔细看看。下一秒，佩刀男子就愣在原地，望着白花花的大米。吴姓男子激动的想要伸手去摸索确认一番，但看到自己那黑乎乎脏兮兮的手掌，生怕自己糟蹋了这粮食，于是又火速的将手伸了回来。大人，这精粮真的是赏给我们的吗？我淡淡的点了点头，又大声的对周遭这群身有残缺之人说道：我乃本县新上任的县官周毅，从明日起，我将组织官府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此话一出，周遭这群人顿时山呼海啸的高喊着县太爷万岁。我挥了挥手，止住了周围人的呼喊，并对那佩刀男子问道：你姓吴，叫什么名字？可愿带我去县衙走上一遭？佩刀男子神色激动：小人姓吴，家中排行老6，故而大家伙都叫吴老六。我淡淡的点了点头。吴老六，那你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前往县衙。越往城内走，我越是心惊。一路走来都是屋倒房塌，破败不堪。城内的一些百姓有手有脚，虽然不像外城的那些人身体残缺，但从他们的眼中也丝毫找不到任何对生活有所期待的光芒。或许也是看出了这一点，前方的吴老六向着城中这些人大喊起来：朝廷没有不管我们，咱们新的县太爷上任来了，县太爷说明天开始开仓放粮，救济咱们这些灾民呢。吴老六此话一出，城内的这些百姓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神，就像被什么东西给点燃了一般，散发出一股灼热的光芒。走了片刻，我们来到一处已经塌了半边的建筑。吴老六大喊着：前头，朝廷派县令大老爷来了。不一会儿，一位身穿破旧捕快服的中年男子带着3个人风风火火地从衙门内走了出来。为首的那名捕快激动地跑到吴老六的面前问道：
吴老六，你刚刚说什么？朝廷又派了个新的县令来吗？吴老六手指了指身后的我，那位大人就是咱们平凉县新上任的县令大人。钱勇看到我后，连忙走下台阶，跪倒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说道：“大人啊，您总算来了，朝廷总算没有忘了咱们平凉县的百姓。”我连忙将钱勇扶起身来，向他细细询问起这平凉县城的情况。这平凉县虽说是偏远小城，在半年前原本也有5000余人，可经历了半年前的兵县之灾后，现在整个县城的人员恐怕连2000人都不到。之前上任县令和师爷2人也是因为性格刚烈，宁死不屈，最后以身殉国，被匈奴人砍下脑袋，插在长矛之上示威。听到钱勇的描述，我只觉得脖子以上凉飕飕的。钱勇试探着问道：“大人，朝廷的边军和救援的赈灾粮，不知何时能到达咱们县里啊？”我通过原主的记忆，已经知道这个陈国已经烂到根里去，尤其是贼相严嵩上台后，将整个朝廷搅得乌烟瘴气。至于钱勇方才所说的救援和物资，这大半年时间过去了都没有看到，显然是不可能再有了。我冷哼了一声，直接戳破了钱勇他们的幻想。大半年了，朝廷之上那些尸位素餐的狗官都没有拨粮派兵过来，你们现在还在痴心妄想，想这些不着调的东西。我的话音不大，但是周边的老百姓都听得真真切切。一瞬间，周围的老百姓一个个神情黯淡，眼中的火热也被浇灭了。我见时机也差不多了，便高声大喝道：“今日见诸位的惨状，我周易实在是不忍。好在我周易颇有家资，今晚我购买的粮食就会运达，明日午时正式放粮救济。”在场原本准备四散离去的老百姓又再一次聚拢过来。不过想喝这救济粮的，不干活可不行。咱们这平凉县的城墙现在破败不堪，根本无法防住任何敌寇。明日早上晨时起，咱们从南边开始修缮，不管男男女女、老弱病残，只要出了自己一份力，都能合上我们的粥。对于修缮加固城墙，在场的老百姓其实都不反对，甚至打心底里是持支持态度。只是所有人都对我能不能准时安排粮食持着一种怀疑态度。钱捕头，你去统计一下咱们县里还有多少人口，男女老少分门别类，全部给我弄详细一点。另外，尤其是能识字、会点手艺的，都给我分清楚。说完，我便带着杨修和钱勇进了衙门。进入县衙后，我问向钱勇：“钱捕头，咱们县里的粮仓何在？”钱勇先是一愣，然后急忙回复道：“大人，莫非是想用粮仓的粮救济灾民？咱们粮仓里的粮食早就在半年前给匈奴狗贼抢光了。”我摇了摇头：“你莫非没听到本官之前说过的话？我筹措的粮食今晚就到，需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存放。”钱勇一听到有粮食要来，立马殷勤地带起路来。不多时，我便被带到了一处存粮之地。钱捕快，你去找几把锁，将这些粮仓重新锁上，钥匙到时候交给杨修就行了。晚点送粮之日，自会去找杨修。对了，以后杨修就是咱们县里的师爷了。粮食解决完毕后，钱勇又带着我巡视了一番这破败的平凉县。经过一下午的勘察，我已经对整个平凉县有了初步的认识。原本我还想着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可是走了一圈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有钱人，稍微有些家资的都已经逃离了。这下我总算知道为什么系统会提供无限的大米和榨菜。我要是没有这系统来平凉县当县令，那完全就是地狱模式开局。翌日清晨，我早早就带着杨修和衙门里的几个捕快，拿着工具来到了南城门之下。可我一到这南城门，就发现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吴老六率领的残障人士，健全之人仅仅只有20几人。看到这，我其实有些生气，不由得恼怒叫骂起来：“这群刁民修补城墙不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好吗？等来日匈奴再次犯边，难道只杀我不杀他们？”捕头钱勇也看出了我的恼火之处，连忙劝慰道：“大人，先请息怒。人饿久了就根本没有丝毫力气，压根就不想劳作。他们这些人没有亲眼看到县令大人的粮食，所以宁愿在家躺着节省体力，也不愿赌一把。想通了这一点，我不禁有些后悔，自己昨天晚上就应该开始发放粮食的。不过，要是凭空变出那么多粮，也不好解释。我心中自嘲，还是太年轻了，缺乏经验啊，亏自己还是一个21世纪的大学生呢。这时，钱勇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大人，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我清了清嗓子，对着所有人吩咐道：“钱捕头，你且把这些人每10人分为一队，然后到杨修那里登记。中午的时候，按照登记人数开锅煮饭。”钱捕头的管理能力还不错，不多时20多队人手就被分了出来。不过这200多人，其中健全之人不超过10%，加上本就饥饿疲惫，所以第一天上午的工作效率根本没多高。快到40的时候，我说：“时间差不多了，你带几个人前去粮仓，
拿取这200多人的粮食和榨菜。记住，今日的粥煮稠一点。此时，这些老百姓们一个个都饿得饥肠辘辘，几乎所有人都在想，今天中午到底有没有粮食吃？县令大人是不是诓骗大家的？钱捕头将我的命令直接吩咐了下来。为了避免混吃混喝，所有人按照原先的队伍排列好，准备开饭。当煮粥的锅盖被揭开后，热腾腾的蒸汽伴随着米香飘逸到四周。最前排的提议们闻着这浓郁的米香，不由得直咽唾沫。但更让他们惊喜的是，杨修又让人抬来了一个大木头，里面装满了红亮亮、带着油脂的东西，看起来都让人食欲大增。我打开登记册，对着众人说道：“都按照自己的姓名来这边领碗，报名吃饭。本子上没名没姓的，休想来我这蹭吃蹭喝。”吴老六他们是第一队，当他成功打到第一碗稀饭后，他也顾不得烫，直接吸溜了一口。这一口下肚，吴老六就觉得原本空荡荡的胃里顿时热乎乎的。突然，吴老六反应过来，这粥根本不像以前官府的赈灾粮。兄弟们，县太爷给咱们吃的这是精粮啊！精粮是什么？那是官宦权贵才能吃得起的粮食。很快，百姓们打好了稀饭和榨菜，只是这些人喝着喝着，竟然不由自主地落下了眼泪。有些人甚至开始呜呜地哭泣起来。他们哭，完全是因为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粥，吃过这么美味的榨菜。在一旁阴凉处喝粥的我，只觉得他们乌泱泱的哭声让人心烦，还以为他们没喝饱。不耐烦的我起身大喝道：“没喝饱的，自己再到锅里面去盛，唧唧歪歪的哭个毛线！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家县太爷我不给你们饭吃。”在场的所有非议听到这话，都愣在原地，停止了哭声。刚刚县太爷是说一碗粥喝不够的还可以继续加是吗？咱们今天不会是还没睡醒吧？有这么美味的粥，能喝上一碗都是奢求。县太爷居然说还能加。这时，有名喝完粥依旧没饱的习义壮着胆子走过来，躬声问道：“老爷，小的真的能继续再喝一碗吗？”“去吧。”在确认了县太爷没有骗人后，那些人立马又拥挤了上来。等一众百姓都吃饱后，我站出来说道：“你们这些人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往后，但凡是给本老爷做事的，我都不会饿着你们。但你们若是敢发生哄抢闹事，那以后都给老子饿着。”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在这群人的心中种下听命、遵指挥的种子。平凉县处于多国交汇处，单靠修墙还不够。我想等修完后，目击相拥。如果是我都指挥不动的部队，那建设了还有什么用？就在我畅想着骁勇善战的军队时，钱勇提溜着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扔到了我面前。我瞥了一眼，钱捕头，这人犯了何事？回禀大人，这是小的抓到的一个吃干饭的。这小子名叫白胜，早上根本没修墙，是趁着大家添粥的时候混进人群的，还请大人发落。我望了一眼摔在地上的白胜，并没有急着处罚他，而是吩咐捕快去拿2碗粥和榨菜。白胜是吧？刚刚可曾吃饱了？倒地的白胜连忙跪好求饶：“大人饶命啊！小的实在是鬼迷心窍，才会冒充习义。小人刚刚只喝了2口就被抓住了，小人知错，下午定然卖力劳作，还请大人开恩啊！”本官的米粥好喝吗？跪在地上的白胜吓得瑟瑟发抖，不停磕头：“好喝。”但是你要知道，本官的粥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喝到的。大人饶命！大人饶命！看把你吓的！本官现在修城墙急需人手，看到桌上那2碗粥没有？一碗是给你喝的，另一碗是给你去为本官拉人头的，懂了吗？大人，您的意思是让小的去城里宣扬，来修城墙有粥喝，有榨菜吃。明天若是我看到修补城墙的人手还是只有这么点，那就说明你没好好办事，届时2罪并罚。我看你吃不吃罪得起。小人一定尽心竭力，明日一定为您拉来不少人手。喝完粥赶快行动。白胜如蒙大赦，磕头如捣蒜，端起白粥就咕噜咕噜灌了下去。那榨菜里的盐分让他胃口大开，这味道对他来说简直是人间美味。喝完一碗，看着另一碗舍不得吃的榨菜，这小子眼珠一转，决定带回家给那瞧不起他的婆娘尝尝，没准今晚还能做回新郎官。有了这碗实打实的诱饵，白胜干劲十足，端着那碗白粥和油亮亮的榨菜，在平凉县城里到处晃悠。原本百姓们还不信这个偷鸡摸狗之徒的鬼话，但这白花花的米粥和红亮油润的榨菜往出一亮，所有的质疑瞬间烟消云散。实话跟你们说，今天他们那些在修城墙的中午喝的都是精粮米粥，里面还没有放什么观音土砂石。真的假的？你个泼皮，莫不是在诓我吗？而且县令大人大发慈悲，还发榨菜呢。这榨菜里面还放了盐和油呢。这白粥和榨菜配在一起，那叫一个美味呀！不信你们看。天哪，真的是干粥，那咸菜上全是油，
为了修好这破败的城墙，我派出了白耗子白胜去全城拉人头，但我给出的条件实在太诱人，清凉白粥管够，外加放了油盐的榨菜。在这个连粗粮加谷糠都是大户人家特供的饥荒年代，我这精粮畅吃的许诺简直像天方夜谭。白胜这家伙跑断了腿，嘴皮子都磨破了，面对的却是一双双饿得发绿又充满怀疑的眼睛。毕竟在平凉县，1斤精粮能换4、5斤粗粮，且有价无市，谁敢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白耗子，你是说只要去县令大人那里帮忙修城墙，干活都能喝到这清凉白粥？吃到这儿，放了油盐的榨菜，这个自然。而且县太爷还说了，只要来干活，白粥管够管饱。白耗子，你就在这里瞎编吧。县令大人即便人再好，他舍得给咱们吃精粮。这1斤精粮在咱们周边可是能换4、5斤粗粮的，就这还都有价无市。你爱信不信？你要是不想吃精粮，吃榨菜，那就别影响别人。白胜完成了任务，端着样品粥回家。那一锅加了榨菜油盐的乱炖，让他那平时看不上他的老婆都喜笑颜开。但在平江县逃难来的王二牛家中，气氛却压抑到了极点。王二牛的嫂子翠花看着见底的米缸和2个嗷嗷待哺的男人，儿子和小叔子，急得直掉泪。虽然他听到了白胜的宣传，但心中更多的是恐惧。他记得王二牛死去的哥哥曾说过，服蛇役那完全不是人干的活，不仅吃不饱，还动不动就受到鞭打责骂。邻居赵小毛服役回来的鞭痕更是历历在目。可看着锅里清的能数清米粒的米汤，王二牛明白，明天若不去赌这一把，一家3口就只有饿死这一条路。他一口气喝干了那碗水一样的米汤，重重地放下了碗。好，嫂子，明天我就去县令大人那里付这一修城墙。第2天清晨，我再次登上南城门，眼前的景象让我心中一喜，人数比昨天足足翻了1倍，足有400多人。看来饥饿终究战胜了恐惧。王二牛空着肚子混在人群中，即便看到了昨天挨打的邻居赵小毛，今日依旧兴致勃勃，他也只是神色萎靡的点头示意。而此时，白胜带着他老婆一脸邀功的冲到我面前跪下。既然我要把城墙加高加厚，哪怕是条狗我都想拉来干活，更何况是送上门的人力。大人，小的不辱使命，昨日跑遍了全城，宣扬大人用精粮饱食所役之事，所以今日又有如此多的人前来帮着修固城墙。小人斗胆，带了自家婆娘也来为大人尽一份力，还请大人收留。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为修固城防出过力，本官自然不会亏待你们，且先进入了队列之中吧。多谢大人，多谢大人。阿胜呢？昨天你说的那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俺也不奢求真的有什么精粮，只求有口吃的就行，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白胜面对潘家大嫂的追问有些心虚，毕竟顿顿吃精粮这种事，放眼整个王朝都闻所未闻，哪怕我这个县太爷再有钱，在他们眼里也是不可持续的败家行为。幸好他媳妇翠兰那一嘴余味未尽的清凉米粥帮他稳住了场面。看着城墙下不再增加的人手，我立刻让捕头钱勇将众人10人一组固定编制，并下令增加锅灶继续煮粥。这一举动让钱勇彻底憋不住了，他满脸写着心疼，觉得我不懂过日子，把给大老爷们吃的精粮喂给泥腿子，简直是暴殄天物。他哪里知道现在的我最不缺的就是粮食，而他这番质疑恰恰给了我一个收买人心的绝佳舞台。大人，今天还给他们喝这么金贵的白米粥吗？下官觉得这也太浪费了，若换成粗粮，咱们粮仓还能多撑些时日。怎么，这米粥你不愿喝，还是觉得他们的命贱，配不上这精粮？下官不敢，只是……听好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要觉得你们的命就轻贱，王公大臣的命就贵重。在我这里，人命大于天，别发呆了，按我说的去办。这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人命大于天，直接把钱勇震在了原地，不仅刷新了他的世界观，更让他对我死心塌地。修墙现场，我摒弃了脆弱的土夯结构，直接上砖砌，这就需要大量的烧砖工作。新来的王二牛本来满腹牢骚，觉得这世道连饭都吃不饱，不如城破了被杀了算求解脱，干活更是敷衍了事，全靠邻居赵小毛帮他补救。可到了午饭时分，王二牛的世界观崩塌了，看着碗里浓稠雪白的米粥，他以为自己在做梦，一口下肚，米香直冲天灵盖，什么自杀的念头瞬间烟消云散。紧接着，赵小毛塞给他一根茯苓榨菜，那种咸香甜辣的复合口感在他舌尖炸开，让他体验到了什么是人间极乐。二牛，发什么愣？赶紧去那边排队打榨菜，切记要守规矩，别乱了秩序。哎，这就去。你看你怎么只喝了一半？是不合胃口？不，太好喝了！我寻思着留一半带回家，给我嫂子和侄子尝尝这人间美味。
傻二牛，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大人昨儿个说了，只要不浪费，随便吃，吃到饱为止，不够再去排队。什么？还能续碗？你莫要诓我！诓你作甚？看，我又打了一碗。看着赵小毛碗里新添的米粥，王二牛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吃饱这个词，对于平凉县的百姓来说，曾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如今在我手下服学艺，竟然实现了。此刻的王二牛终于明白，这世上有一种幸福，叫做给周大人当苦力。只要跟着我，不仅有尊严，还能把这辈子的饭都吃回来。给县太爷修城墙，就能喝上精粮白粥。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城，不论男女老少、健全残缺，只要能动的全涌到了工地上。我对这些百姓来者不拒，迅速建立了一套流水线。女人和老弱负责后勤做饭，小孩去拾掇柴火，强壮的劳动力则去挖土、烧砖、筑墙。至于那些像人柱一样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可怜人，我也秉承人道主义精神，派人送去了白粥榨菜。更绝的是，我每10日发一次工资，全是白花花的大米，成人1斤，小孩半斤。人口多的人家10天能赚几十斤。这几日我忙得脚不沾地，看着眼前这热火朝天、井然有序的工地，我那一身的疲惫才算稍稍缓解。这场景把钱捕头感动坏了，他急匆匆搭了个遮阴天幕，搬来一把躺椅，一脸痛心疾首地凑到了我跟前。大人，小的实在是看不得您如此辛苦劳累，您还是在一旁阴凉处监督即可。真要累坏了老爷您，小的们可担当不起啊！钱捕头，这烧砖之事可马虎不得，这可不是简单的砖，而是咱们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保障。是，小人定然不会辜负大人所托。钱勇领命去检查砖块质量了。其实即便不交代关乎自家性命的事，百姓们也会自觉把关。我刚躺下，一股凉风便送了过来，侧身一看，竟是心腹杨修正在麦里扇风。几番劝阻无效，他非要坚持，我也只能由着他，顺势在脑海中唤醒了系统。面板浮现，金钱17两，人望值1937。虽说靠着无限续杯的白粥，让人望值突破了几个关口，但距离下次3000大关的抽奖机会，凭平凉县这点人口，简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眼下我也顾不得那么多，手里捏着这3次抽奖机会，目光死死锁定了转盘上的新奖品——挖掘机。虽然没上过蓝翔，但身为现代人，谁没刷过教学？要是能抽到这大杀器，我绝不会把它开沟里去。天灵灵地灵灵，系统爸爸显显灵，开始抽奖。停止！土豆种子虽然是穿越神器，但我现在有大米啊，这东西现阶段太鸡肋了。再来，天灵灵地灵灵，给我挖掘机。水！我尼玛，你这坑爹的系统，我要这水有个屁用！这玩意儿到处都是，还占了我本来就只有7个格子的仓库空间。这系统怕不是南山出品的吧？算了，最后一次，爱咋咋地吧。开始，停止！果然不是挖掘机。等等，这是水泥！哈哈哈哈！我居然抽到了水泥，这可是建筑业的粮食啊！在古代没有水泥的日子里，古人为了寻找粘合剂，可谓是绞尽脑汁。最早他们使用石灰砂浆，但这玩意儿强度有限，盖不了高楼。到了南北朝，古人点亮了科技树，发明了糯米石灰浆，这东西强度极高。明清的古城墙历经100年不倒，全靠它，甚至连现代推土机都推不动。再后来还有天工开物里记载的3合土，那是用糯米、杨桃藤汁混合黄土和沙制成的超级混凝土。对这些古人的智慧，我是打心底里佩服。但问题是，无论是糯米浆还是3合土，核心材料都是粮食。我这平凉县的老百姓饭都吃不饱，哪来的糯米去砌墙？好在我手里有系统给的水泥，彻底省去了那1号石灰砂浆，工程进度直接起飞。趁着休息，我又换出了系统面板。此时的数据显示，宿主性别男，金钱17两，人望值1937，仓库6/7，补给屋里堆着大米、茯苓榨菜、云南白药、土豆种子、水和水泥。我现在终于明白系统为什么会开出水这个选项了。正当我思考时，系统突然发出了警告：请宿主尽快升级系统仓库。如果系统仓库没有库存，那么宿主即便拥有抽奖机会，也无法进行抽奖。抽不了奖哪行？这可是我穿越安身立命的根本。系统大大，这个仓库该怎么升级呢？宿主可使用金银财物进行升级，当前升级仓库所需100两银子。好家伙，升级一次库容居然要这么多银子！我摸了摸口袋，全身上下加起来才17两，而且这些银子暂时还都在杨修手里保管着。看来等城墙修好，有了安全保障，必须得想办法搞钱升级仓库。休息片刻，我拖着疲惫的身躯从躺椅上起身，叫来2队人马，凭着直觉指了一块离城墙近的地界。
吩咐他们就在此地挖井，方便大伙用水。谁知人群里走出一个有经验的孙老头，当场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大人容禀，以小人多年的打井经验来看，此处不像是能打出水的样子。从这里的土质层来看，往下挖不出1丈，就会挖到坚硬的石块，届时就难以再继续挖下去了。无妨，你们只管挖就好了。本官有信心此处能挖出水来。我是县太爷，又是全县的救命恩人，我说的话现在谁敢不听？孙老头虽然心里暗想，恐怕只有挖出坚实无法深挖，大老爷才会善罢甘休，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带着人开干了。果然，这位专业技术人员的眼光很毒，往下挖了2米多，真的碰到了一块坚硬如铁的巨石，锄头都敲卷边了，也难进分毫。孙老头见状，连忙跑回来向我汇报。还没等我开口，旁边一直坚信我身负天命的杨修先炸毛了。县令大老爷，刚刚小人带人按照您指定的地点在那儿挖井，挖了不到1丈深，就碰到了一颗坚硬如铁的巨石，那里着实再也挖不下去了。大人，要不咱们就换个地方挖井吧。你这刁民是什么身份？什么见识？居然敢质疑县令大老爷？县令大老爷那可是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的存在。走，带我去看看。杨修啊，以后可不能这样，咱们要对待自己的百姓如同春风般和煦，对待咱们的敌人要如寒冬一般无情。受教了。杨修心里默默总结了4个字：爱民如子。随后我跟着被训得抬不起头的孙老头来到了工地，眼前是一个直径和深度都有2米多的土坑，我二话没说，直接纵身一跃跳了下去。井下的人吓了一跳，连忙伸手扶住我。我接过一把锄头，对着脚下的巨石敲了敲，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上面的孙老头年纪大了，不敢像我这么跳，只能腰上系着绳子慢慢掉下来。杨修也紧随其后。本就只有4、5平米的井坑，瞬间挤进了咱们4、5个人。这狭小的空间一下子变得逼仄起来。井下的空间本就狭窄，我嫌杨修碍事，直接用命令的口吻让他滚上去等着。这杨修一走，作为平头百姓的老孙头才敢喘口大气，凑上来向我汇报坏消息。原来这井底下挖到了一块半栋房子大的花岗岩，凭他们手里的原始工具根本砸不开。老孙头斗胆建议换个地方，我看着这块硬骨头，心里却早就有了盘算，换地方是不可能换的。一来我刚抽到了系统赠送的无限水源，正好可以安置在这里；二来若是轻易改址，岂不是显得我这个县太爷决策失误？为了维护领导的绝对威信，看着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土著，我决定开启大忽悠模式，要把这块顽石吹成神迹。换什么地方？你们几人可曾听过涌泉石？涌泉石，孤陋寡闻。大人，莫非您说的神石就是这涌泉石？不错，孺子可教。涌泉石顾名思义，自然是会涌出泉水的石头。可是这石头也没有涌泉啊，怎么会是涌泉石呢？问得好，这石头极具灵性，须得有3种人敲击，方能如泉涌。第一种是相爱至深的痴男怨女，第二种是心怀天下的圣人，这第3种嘛，便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真命天子。天命，这下果然能见证少爷是不是真的有天命在身了。你们想的不错，我便是那种心怀天下的圣人之流。都散开！话音刚落，我高高举起锄头，屏气凝神，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砸向那块花岗岩。或许是刚才逼装的太大，这一下用力过猛，只听哐当一声巨响，锄头砸出火星的同时直接崩飞，震得我虎口发麻，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井下3人大眼瞪小眼，看着毫无动静的石头，眼神里的崇拜瞬间变成了怀疑。然而就在老孙头刚要开口质疑这是块破石头时，我系统的外挂终于生效了。大老爷，这会不会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不是什么涌泉石啊？孙师傅，快看啊！县令大人说的没错，这块石头真的是涌泉石，出水了，真的出水了！天哪，这世上竟真有涌泉石！县令大人一敲就出水，想来定然就是那种心忧天下、为国为民的圣人了。没错，如果能让我们全县吃饱饭的周县令都算不上圣人，那这世上恐怕就没有圣人了。看着从花岗岩缝隙中潺潺冒出的清泉，老孙头心神俱震，觉得自己见证了历史的神迹。他哪里知道，我这压根就是利用系统在雾里开挂。但不管怎么说，经过我这番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加上系统配合，我在这些百姓眼中的形象，彻底从一个好官升级成了笼罩着神性光辉的圣人。在老孙头他们的认知里，
巨石出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我只需要敲击一下清冽的泉水便潺潺涌出，这就是有系统加持的基操。但在土著眼中，这便是无可辩驳的神迹。我被绳索拉上井口，迎面撞上的是杨修那几乎要溢出来的崇拜目光。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平凉县原本的井水苦涩难咽，而我这系统出品的神水不仅冷冽清甜，更能提神醒脑。既然老百姓已经认定我是老天爷派来拯救他们的圣人，那我必须把这个人设立得更稳，把恩情刻进他们的骨子里。毕竟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给了他们活路，他们就得把命卖给我。杨修，听好了，待这口井完工后，在边上立一个石碑，正面写涌泉井3个大字，背面刻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感恩周县令。属下明白，定让百姓铭记大老爷恩德。另外，这水要严格管理，绝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行了，去准备接下来的大事吧。这一晃就是半年，老天爷似乎也在帮我，整整半年地狱未下。这虽是旱灾，却让我平凉县的城墙工程毫无阻碍的狂飙突进。今日看着这4面10多米高、厚重巍峨的崭新城墙同时挂上城门，我心中那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一半。这半年我们运气爆棚，没有遇到匈奴或契丹的打草谷，否则这工程早就烂尾了。但我也清醒得很，这点防御力挡挡流寇还行，真要是遇上北方那动辄几10万的空闲之士，也就是一波流的事。最要命的是人太少，哪怕我施恩至此，声望值还是卡在2000大关，动弹不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在这乱世活下去，我必须把全城的潜能榨干。此时杨修拿着卷好的铜皮大喇叭，站在城墙上开始了预热。诸位父老乡亲，在县令大老爷的带领下，咱们修了宏伟的城墙，喝上了神迹般的甜水，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咱们的青天大老爷训话。乡亲们，城墙修好了，值得高兴，但别高兴得太早。北有匈奴，西有羌敌，东有契丹，群狼环伺。咱们县现在有什么？10把弓弩，不到30杆长枪，连一套完整的铠甲都凑不齐。所以本县决定，今日起招募乡勇，成立平凉城卫军。听清楚了，凡是入伍的，每日3餐白米饭配榨菜，每月均饷200斤大米，30包榨菜。3餐还是干的白米饭？我要报名，我要当兵！这可是连地主家都不敢想的日子啊！大老爷，算我一个！想吃饱饭的，现在就去登记，过期不候。1天3顿干饭这句话的杀伤力比任何家国大义都管用。在这个连地主都只能1天2顿喝稀粥的世道，我的承诺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原本还算淡定的百姓瞬间红了眼，无论是原本面黄肌瘦的流民，还是刚刚养出点肉的本地人，此刻都像疯了一样涌向征兵处。喝粥虽然好，但尿一泡就没了，哪有实打实的白米饭顶饱？看着底下群情激愤、争先恐后要给我卖命的人群，我知道这支完全忠诚于我的米饭大军成了。想在我手下混那1天3顿的干饭自然是可以的，但我走的是精兵路线。为了筛选这帮平凉县的汉子，我让人搬来了2把石锁，大的足足150斤，小的也有70、80斤。虽然这2玩意儿我是一个都举不起来，但这不妨碍我用它来考核别人。规矩很简单，举起150斤坚持10息就是正规城卫军，只能举起小的就归入预备队。我给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城管大队，待遇减半，哪怕只有每月200斤大米和30包茯苓榨菜这种简陋军饷，全县1/3的男性劳动力，整整600多人，还是蜂拥而至。要知道这配置在我前世也就不到500块钱，放在这儿却能让人卖命，这就是降维打击。不过当看到铁匠石大年单手提起大石锁时，我立刻让钱捕头把他刷了下来。开什么玩笑，全城唯一的铁匠去当大头兵，谁给我打铁，谁给我造装备？我现在可没那么多声望值去抽无限军火。被刷下来的石大年一脸不服，拖着钱捕头就来找我讨说法，一场高端人才的留任谈判也就此展开。大老爷，您评评理，俺方才明明稳稳举起了最大的石锁，也坚持了5息以上，可钱捕头就是不让俺加入城防军，凭啥？不让你加入是本官的决定啊！大人，莫不是嫌俺吃的太多？那以后俺少吃一点就是了。你个夯货！虽然你们一个个都像饭桶，但咱们大老爷什么时候嫌弃过粮食？闭嘴，听大人说。嘿嘿嘿，好像也是，但是俺力气大，完全符合要求啊，为啥不让俺当兵呢？石大年啊，石大年，你糊涂！你现在是咱们平凉县唯一的铁匠，这叫中高端技术人才，懂不懂？我不让你去当炮灰，是决定成立一个军械所，由你负责招人，给全县所有的城卫军、城管打造兵器。你放心，你每月的粮饷只会比城卫军高，绝不会低。石大年听完直接愣在原地。在这个士农工商等级森严的时代，铁匠地位极其卑微。听到我不仅夸他是人才，还承诺高薪，这汉子感动的眼圈都红了，二话不说领命而去。
发誓要帮我打造出最硬的装备。搞定了后勤，钱捕头向我汇报了最终战果：入选城卫军68人，城管大队138人。这里面竟然还有独臂的吴老六，这家伙在平阳县就是行武出身，断了一只手还能举起150斤的石锁，简直是个生猛的怪物。虽然现在的队伍只有200多人，但兵在精不在多，只要10大年那边的军械所运转起来，再配合我后续抽奖搞到的冷兵器，把这帮人武装到牙齿，这战斗力绝对不容小觑。眼下装备有着落了，我心里又开始盘算起那个最核心的老大难问题。人口，我现在手握1支正规军和1支预备役，200多张嘴等着吃饭，光靠无限续备的大米和茯苓榨菜肯定不行。军队得见荤腥，还得发军饷。看着手里仅剩的17两银子，我果断派心腹杨修拉着10车粮食和榨菜去隔壁平阳城搞创收。这一趟验证了我的无限物资就是印钞机。杨修回来时竟然带回了整整3000两白银，比我预期的还多出1/3。但比银子更重要的是他带回的情报。整个雍州大旱半年，田地龟裂，平阳城和平江县粮食减产大败，那边的粮商正借着天灾疯狂敛财，粮价一天翻几个跟头，根本不给老百姓活路。看着杨修那一脸我没同流合污的求表扬表情，我心里却生出了一条毒计。老爷，您是没见着，平阳城的粮商心太黑了，一天抬3、4个台阶。不过您放心，小的时刻谨记老爷那是菩萨心肠，那一车车货都是按良心价卖给粮商的，小的绝不敢做损您应得的事儿。杨修啊杨修，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真是糊涂！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摆在那儿，你就应该和那些奸商把粮价一起炒高啊！老爷，我是不是听错了？您不是见不得百姓受苦吗？怎么还要我和奸商同流合污？那我问你，咱们县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是钱？那是兵器装备？错，是人口，是人才，钱财是身外之物。咱们这百废待兴，最缺的是活生生的人。你想想，倘若平阳、平江两地粮价高得离谱，老百姓吃不起饭，而咱们平凉县的粮食却便宜得像白捡一样，甚至还放出消息说这里是大粮仓，你说那边的百姓会怎么选？原来如此，把那边的价格炒高，逼得百姓活不下去，他们自然就会举家逃往咱们这儿。老爷，高，实在是高，这是变相救了那2个县的百姓，还能解决咱们缺劳力的问题。明白就好，你赶紧去物色几个机灵点的人，过几天去平阳、平江开粮铺，任务就一个，和当地粮商打成一片，把粮价给我往死里抬。杨修领命而去，顺手把之前混吃和被抓的那个机灵鬼白胜给挖了出来，执行这个卧底奸商计划。搞定了外部引流，内部基建也不能停。我向全城发放了来自系统的神物土豆种子。这玩意儿亩产3000斤的数据虽然听着像天方夜谭，但有了之前涌泉井的神迹，百姓们对我这个县令早已是无脑信任。紧接着，我祭出了更狠的拉人头大招，凡是能拉来壮劳力定居的，发安家费100斤大米，介绍人拿10斤回扣。若是拉来石匠、木匠这种技术工种，安家费翻倍到200斤。如果能拉来读书识字的文化人，直接300斤大米拍脸上，介绍人也能拿50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整个平凉县瞬间掀起了血腥狂潮，老百姓们纷纷找人代笔，给平阳平江的亲戚疯狂安利。起初那边的人根本不信，毕竟1年前平凉县才被匈奴屠过城，前任县令的脑袋都被挂在枪尖上，怎么可能1年不到就变成了人间天堂？但随着那边的粮价被我和奸商们联手炒得越来越离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再加上这一封封言之凿凿的家书，平阳城和平江县的百姓们终于开始动摇。或许真该去那个传说中的平凉县看一眼了。看着城外那群从平阳城和平江县涌来的百姓，我不禁感叹世事无常。去年的这个时候，匈奴游骑兵绕过5万守军驻扎的平阳城，直接把我的平凉县掠夺一空。那位守将张凯竟然因为怕中计而坐视不管，导致如今这2地的百姓只能看天吃饭。最近我治下的百姓给远方亲友寄去了不少书信，信里炫耀的精粮白米和油盐榨菜，在那些苦哈哈的庄稼汉眼里，简直像极了现代社会的电信诈骗。毕竟除了皇帝老儿，谁敢想这种日子？但随着外地粮价飙升到1两银子一斤，活不下去的他们终于还是拖家带口来了。比如眼前这个叫赵铁柱的铁匠，因为世道大乱，连路引都不需要，带着一家5口站在了我那高耸坚固的城墙下发呆。他看着那足以媲美军事重镇的城防，大概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或者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仙日子真的存在。官差大人，这点银子是小的，孝敬您的进城费，请您笑纳。拿回去，俺们平凉县不收进城费，只盘查外族奸细，让家眷把行李打开检查，顺便报一下信息，姓名从何处来，城中可有亲友？是，小的名叫赵铁柱，从平阳城逃难来的，是城里赵小毛的堂哥。赵铁，哎，3炮，柱子的柱怎么写来着？你也真是笔画那么多的铁字都会写，柱字居然忘了。
听好了，木字旁加个主公的主。哦，对，木字旁加个主，记下了。看着王二牛笨拙但认真地写下名字，我心中甚是欣慰。这几个看门的兵卒原本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为了解决平凉县的人才荒，我在修城墙时就强制开启了夜校模式，每天晚上免费教他们认5个字。古人讲仓廪实则知礼节，以前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敢奢望像孔子门徒那样教书会读书？但我不仅让他们吃饱，还免费授课。这群汉子自然学得感激涕零。虽然现在是赶鸭子上架，让他们用这半年学的1800个字来做登记，但看着他们从庄稼汉蜕变成能读写的一线管理者，我知道我这从零开始打造的班底终于开始运转了。看着赵铁柱盯着王二牛歪歪扭扭写下的名字，眼中流露出的那股对文化的羡慕，我就知道我在平凉县推行的教化政策是多么正确。作为铁匠，他本能的敬佩识字的人。得知堂弟赵小毛正在城中工地上搬砖，赵铁柱一家便顺着指引向东走去。一路上看着那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整齐红瓦房，还有工人们往墙上涂抹的灰色水泥浆，这正是我从系统弄来的基建神器。虽然城内尚显简陋，但这股热火朝天的干劲正是我想要的。走了300步，赵铁柱果然看见了正挥舞泥铲砌墙的赵小毛。小毛，铁柱哥，你们终于来了。走，我这就带你们去县里登记落户，领粮食去。小毛啊，你们这到底是在干嘛？盖新房啊！咱们县令大老爷把这也称之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此前修城墙生了不少砖，现在全城动员，一天能盖10几栋呢。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小毛哥，这就是你的家，这么宽敞明亮，在平阳城这种院子起码要卖300-500两。我们一家5口以前只能几茅草屋啊。只要落户，就能分到院子的使用权。至于所有权，得靠劳动积分和社会贡献值兑换，到时候想卖都随你。现在别愣着了，先进屋放行李，我去借个板车，咱们去办落户。起初赵铁柱还不明白办个落户为什么要借板车，直到站在我那破旧的县衙大堂里，看着堆积如山的物资，他才彻底傻了眼。在这个乱世，我的衙门是真的发凉，而且是发狠凉。负责登记的是暂代师爷一职的老秀才孙玉福，他正严格执行着我制定的人才引进策略。赵铁柱是吧？是个铁匠。是，大人。按照县太爷的规定，铁匠、木匠这类有一技之长的人，定居落户奖励200斤大米。你一家5口，那就是600斤。回禀大老爷，小老儿我还是个木匠，不知道能不能。这一家子听好了，这老头别乱叫。整个平凉县只有一个大老爷，那就是咱们县令周义周大人。赵小毛，以后好好和你亲戚说道咱们平凉县的规矩。拿着，这是700斤大米的条子，还有你那90斤的介绍费。是，孙师爷，小的一定好好教他们规矩。当7袋大米整整齐齐地落在板车上时，赵铁柱一家5口神情恍惚，仿佛置身梦境。这可是足700斤粮食，在平阳城那可是价值数百两银子的巨款。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余粮。更致命的冲击还在后面。当官吏拆开袋子，那流淌出来的并不是粗糙的陈粮，而是我从系统仓库里拿出的白花花的精致大米。这一瞬间，这批粮食的价值在他们心中直接翻了几番，飙升到了数千两银子的天价。小毛啊，我这不是在做梦吧？这些白花花的精米都是官家给咱们的。什么官家给的？你那平阳城的县令会给你这么多粮吗？这都是咱们平凉县的青天大老爷周大人给咱们的。是咱们青天大老爷周大人给的，如此大恩大德，快，咱们全家给大老爷磕几个。感谢青天大老爷，感谢周大人。葛老根带着全家朝太阳磕头谢恩，旁边负责管理的钱小号冷不丁提醒衙门在那边。这家人为了表诚意，连忙问清我的衙门方位。又是3个响头，这就是现在的平凉县。赵铁柱一家推着800斤粮食健步如飞，就像前世那个搬100斤砖搬不动，搬100斤钞票却飞奔的笑话一样。希望就是力量，再加上赵小毛一路刻骨涌泉石和来自昆仑仙山的鲜粮土豆，听说亩产1000斤，这群难民觉得我这平凉县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与此同时，我的布局也在平江县收网。我的心腹杨修坐镇平阳城，而白胜则在平江县配合当地粮商推高粮价，逼迫百姓流向我这里。生意火爆，只因我卖的是精粮。眼看库存见底，按理说今天中午我的运粮队就该到了，可直到日薄西山还不见踪影。白胜正胡思乱想，报丧的人就撞开了大门。白掌柜啊，咱们的粮食被抢了。什么？粮食居然被抢走了？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抢咱们大老爷的粮食？他们说自己是黑风寨的人，咱们10个押粮的人都被绑上山去了。歹人还让咱们再拿粮食去赎人，一人要100斤。哈哈，这城里的娘们就是有味道。叶掌柜以后可以多送几个这样的娘们来。是，以后我定了，多送些小桃红这样的美人给谢寨主您享用。谢寨主，
那咱们抢夺洲际粮食铺运粮队一事，多亏了你叶掌柜来通风报信，我黑风寨的兄弟们今日已经得手了，不仅抢了5车粮食，还抓了10个肉票，限他们7日之内为每个肉票准备100斤粮食来赎。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虽然不知道你白胜是何方神圣，能弄到如此多的精良白米，但是在这平江城中，说到底还不是我叶家说了算。而在平凉县那破旧的衙门里，我刚喝完几碗鲜美异常的野鸡汤，虽然肉柴，但这纯天然的滋味确实不错。正准备去夜校叫乡亲们识字，钱勇拿着小布条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喊着大事不好。我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匈奴或者契丹打进来了，结果一听是粮食被抢，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只要不是一组进犯，我就还有时间苟住发育。但下一秒，当我看完白胜飞鸽传书的内容，脸色彻底黑了下来。怎么，这次押送粮食没派人护卫吗？老爷，因为最近县里集中力量给大家建新房，加上前2次押粮都没事，所以我就抽调人手去帮县里人盖房子去了。建房子，建房子！你要是说将人手调到铁匠铺去锻造武器装备，我也不骂你。但你居然把人调到工地去建房子，简直是糊涂！看着眼前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求饶的钱捕头，我面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这家伙以为我是在心疼那5车被劫走的粮食，毕竟在这个干旱缺粮、饿殍遍野的乱世，5车精粮价值数千两白银，而10条人命在市面上甚至抵不过10两碎银。但他大错特错了。在我周易的眼里，哪怕是平凉县的1条狗都比金子金贵，更别说是10个活生生的壮劳力。这次他擅自调动城卫军去盖房，导致押运力量薄弱，被黑风寨趁虚而入。这不仅暴露了我麾下军事管理制度的巨大漏洞，更触碰了我人命大于天的底线。既然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种错误的指挥体系必须立刻终结。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人救回来。别磕了，你以为本官是因为那几车粮食才想砍了你？大错特错！本官怒的是你的愚蠢，害了咱们县那10个押运的兄弟。若是这10人能平安无恙也就罢了，若是他们少了一根汗毛，本官定要唯你是问。给我记住了，在平凉县人命比粮贵。现在立刻滚去飞鸽传书给白胜，让他摸清黑风寨的底细，哪怕是把山翻过来，我也要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手。滚去办！打发走了感恩戴德的钱捕头和小心翼翼的代理师爷，我独自坐在房中，心脏还在剧烈跳动。虽然平江县的人口已经突破4000，但我依然觉得人手捉襟见肘。这次的教训让我明白，光抓生产不抓军事就是待宰的肥羊。我立刻换出系统界面，看着那13000多两的巨款和4000多的声望值，果断开启了那次宝贵的抽奖机会。这一次的奖池分外诱人，除了常规的蔬菜和化肥，最让我眼馋的是武器区，诸葛连弩、明光甲、唐横刀，还有那号称古代巴雷特的巴牛弩。要知道当年宋军就是靠这玩意儿一箭钉死了辽军主将萧踏里，要是能抽中他，别说黑风寨，就是天王老子我也能把他射下来。系统，别废话，直接开始。我有1/3的概率抽中武器，这波稳了。诸葛连弩过去了，唐横刀也过了。哎，巴牛弩别跑啊！停，给我停！就在明光铠这里停下，指针卡住了。系统，这算明光铠吧？肯定是吧？叮，恭喜宿主获得农业投入品百草枯，现已存入仓库。什么玩意儿？百草枯？你把明光铠吞了，给我一瓶除草剂。狗系统，你这指针明明停在中间的，你要是个人站在我面前，老子高低得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破系统简直是把暗箱操作写在了脸上。他特意放大了转盘视距，让我眼睁睁看着指针划过梦寐以求的明光甲，死死停在了那一瓶百草枯上。要是抽到明光甲，我的军队防御力能直接起飞，可给我这瓶除草剂有什么用？现在雍州连续半年大旱，田里的杂草早就干死了，这玩意儿不仅毫无用武之地，更是剧毒无解的危险品。前世这东西因为毒性太强都被撤销登记了，喝下去只给你后悔的时间，绝不给你活命的机会。这玩意儿反正是你出品的，你想控制转盘转到哪儿还不就是哪儿？我要这百草枯有何用？哪怕给我来筐蔬菜水果，也比这强100倍啊！爱要不要？等等，毒，高毒，无解。黑风寨啊，黑风寨，既然选择当我的敌人，那就只能怪你们长了一双不顶用的狗眼。嘿嘿嘿，结。就在我发出反派般的怪笑筹划复仇时，平江城的叶家大宅里却是一片欢声笑语。叶家主管叶无华对我的狼狈处境感到极度舒适，因为我那被打得屁股开花的本家兄弟叶光明，对被劫走的洲际精粮可是念念不忘。为了看我如何拿鸡蛋碰石头，叶家决定把黑风寨那令人绝望的家底透露给我，好让我知难而退，或者死得更惨。好，这事儿你干得不错。听说那洲际粮铺的掌柜正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打听消息，他那精粮确实美味，连众光吃了都赞不绝口。丢了能不急吗？
那是小人打听过了，他们库存撑不了几天。那黑风寨的谢宝庆可是平阳城败退下来的百夫长，纠集了200-300号溃兵，手里硬得很。前2次他们运气好没碰上，这次再去恐怕连骨头渣都不剩。去，把这底细透给那个白掌柜，我倒想看看，面对这300悍匪，他们怎么破这个必死的局。叶剑荣那老狐狸演得跟真的一样，跑到白胜面前装出一副关切模样，把黑风寨200-300人正规军背景的消息全抖了出来。出门转头就往我店门口啐了一口唾沫。白胜不知是计，火急火燎地把情报传回了平凉县。我看着手中的情报，反倒露出了一丝冷笑。300悍匪硬碰硬，我这几百新兵确实还要掂量掂量，但这情报来的正是时候，更加坚定了我要搞生化危机的决心。我立刻全面接管城卫军，颁布3大纪律、8项注意。这群穷苦出身的士兵对这些充满了人情味的军规认同感爆棚，令行禁止。紧接着，我让士兵将一桶桶无色无味的水倒进米里搅拌晾晒。士兵们起初还以为是给大米补水，直到我抓来一只鸡灌了几口，那鸡当场一命呜呼。所有人才惊恐地意识到这是绝命毒米。天公作美，烈日当空，剧毒随着水分蒸发渗入米粒深处。要是真拿我这些宝贝兵力去跟黑风山的亡命徒拼命，我还真舍不得。现在看来，系统出品的这无色无味百草枯用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黑风寨的兄弟们该吃饭了。看着最后一袋掺入百草枯的大米重新封口，我敏锐地察觉到士兵们眼中闪过一丝不忍。他们不是在同情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黑风寨悍匪，而是在心疼这白花花的粮食。若不是我在平凉县积微深重，凭这些热血上头的小伙子，恐怕早就提刀冲上山去拼命了。我知道此刻必须要把这股盲目的怒火转化为可控的战力。我虽然还没穷到揭不开锅，但也绝不舍得拿我这为数不多的宝贝士兵去和一群亡命徒硬坏。面对这群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年轻人，我必须给他们灌输一种全新的战争价值观。他们的命比这群土匪金贵10000倍。平凉县的将士们，咱们转军饷的救命粮被黑风寨抢了，这事大家都知道了。我知道你们心里憋着火，但那黑风寨里是几百号败退下来的流兵，咱们不能硬拼。老爷，俺不怕，那群打不赢外族的瘪犊子，只敢窝里横当土匪。这次有机会，俺们一定要锤爆他们的狗头。对，锤爆他们，跟他们拼了！你们的勇气我知道，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命和山上那群贼匪不是一个价，你们的命比他们金贵得多。王挺，你知道为什么吗？俺不知道。因为你们的命不单属于自己，更属于你们的父母亲友，属于全平凉县的百姓。你们要留着有用之身保护家人。虽然黑风寨远在平江县，但犯我平凉者，虽远必诛。我现在只挑50名精兵强将去押送诱饵，趁机剿灭这群贼种，剩下的给我留守县城。选我，老爷选我。就在我精心部署毒粮计划的第7天，黑风寨的大当家谢宝庆，正如他那绰号快男一样，在发泄完短暂的兽欲后，终于想起了肉票的事。这群土匪的耐心已经耗尽，正当谢宝庆准备命令二当家独眼龙撕票时，我的赎金队伍踩着点到了，2大车粮食，1车酒水，外加6个经过我特训的影帝级士兵。这在土匪眼里是服软的肥羊，殊不知这是送他们上路的死神。为了不破坏未来的绑架市场，谢宝庆拦住了想要黑吃黑的独眼龙，命令他下山换人。这正中我的下怀，只要他们贪婪，这就注定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大当家、二当家，洲际粮铺的人来了，带了2大车粮食和1车酒水，只有6个人。哈哈哈哈！算他们识相，再晚一步就只能给那群伙计收尸了。大哥，反正他们人少，不如把这6个人连同东西一起扣下，再勒索一笔。二弟，眼光要放长远，要是坏了规矩，以后谁还敢来送赎金？放人！小子，我看你有些眼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大王好记性啊，小的原本是平江县外王家村的，半年前大王还去过咱们村几次呢。想起来了，没想到你小子现在给这鬼粮铺卖命了。唉，这年头实在活不下去，给东家打个小工，混口饭吃吗？这一局，我派出了心理素质极硬的王挺去送买路财。在黑风寨的关卡前，1000斤精粮和几坛加了料的美酒摆在了二当家独眼龙面前。这货生性多疑，看着多出来的美酒，立刻起了杀心，怀疑里面有毒。王挺这小子是真有胆色，面对钢刀毫不怯场，二话不说就要拍开泥封当场试毒。这招以退为进，瞬间打消了独眼龙的疑虑。他一把刀被拍退了王挺，是因为在他眼里，这珍贵的佳酿若是让一个跑腿的泥腿子喝了，简直是暴殄天物。于是这帮蠢货就这样喜滋滋地接过了那几坛足以送他们归西的催命符，顺带放回了那10名被绑架的平凉百姓。大王，俺们东家还在平阳城，他说过段时间忙完了，亲自带着众里上山登门道歉。
算你们东家识相，回去告诉他，想上我们黑风寨，那礼物可轻不得。是，这个自然。那小的这就告退了。放心，黑风寨上下300多口牲畜的命，这礼物当然轻不了。王挺带着百姓来到隐蔽处与我会合。这10个死里逃生的乡亲见到我，扑通一声全跪下了，哭着喊着要给我当牛做马。我赶紧扶起他们，检查之后发现都是些皮肉伤，便拿出随身携带的云南白药给他们处理伤口。我告诉他们，先随我入驻平江县，耐心等上3天。3天之后，我带他们杀上黑风寨报仇雪恨。虽然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等3天，但出于对我这个县令的绝对信任，没人多问一句。而此时此刻，山上的那群土匪正在这最后的3天倒计时里，开启了他们人生中最后一场狂欢。大哥，他娘的忘了，那周记粮铺连价都没降就把1000斤精粮送上来了，说明他们东家财大气粗啊！咱们当初应该多敲一点的。老二啊，这你就不懂了。虽然是大财主，但咱们得细水长流，压榨太狠。万一他们把钱送去军队，请府兵来围剿咱们怎么办？听我的，以后咱们就按一个人100斤粮食算，外加还得交银子。还是大哥想的周到。小的们，今晚咱们开庆功宴，喝美酒，吃新粮。大当家威武！大当家威武！谢宝庆大口灌下那掺了百草枯的美酒，还觉得自己精神大振。殊不知这毒药给足了他们后悔的时间，却绝不会给任何活命的机会。而在山下的平江县，局势同样拨云诡谲。自从我的周记粮铺关门后，本地豪绅叶家一家独大，直接把粗粮价格炒到了2两银子一斤。坐在紧闭的店铺里，听着伙计白胜的汇报，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我们作为外来户一直被排挤，可偏偏是这个一直瞧不上我们的叶家，竟然第一个跳出来主动告知了黑风寨的详细底细。你是说黑风寨的消息是叶家告诉你的？而且此前他们一直瞧不上你。是的，大老爷，在我到处打听情报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个站出来告知我们的。两家本是竞争关系，他们凭什么这么好心？唯一的可能就是叶家早已和黑风寨勾结，抢了我们的粮，还想借刀杀人。既然如此，叶家提供的情报准不准确就不好说了。我现在手里只有50个饼，为今之计，只能祈祷那些掺了百草枯的酒肉能给我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惊喜。3日后的清晨，我集结了50人的队伍，饱餐一顿后，带着干粮便向黑风山进发。临行前，我特意嘱咐白胜收拾好平江县的资产撤回，因为那边的粮价早已失控，那些活不下去的百姓迟早会涌向我的平凉县。日头未到正午，我们已摸到寨前，只见守望台上的啰啰连站都站不稳。这正是我3天前投下的百草枯发作了。从最初的肢体乏力到呼吸困难，再到如今皮肤泛黄、口舌溃烂，这群贼匪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暗算了。随着我一声令下，61人如猛虎入羊群，杀声震天。哪怕黑风寨有200-300号人，此刻也不过是一群待宰的瘟鸡。尤其是那些曾深受其害的平江百姓，此刻复仇怒火中烧，刀刀见血。那谢宝庆和独眼龙原本还想负隅顽抗，却惊恐地发现连手中的兵刃都提不起来。两人刚想通过密道逃跑，就被早已脱胎换骨的王挺一招力劈华山封住去路，哐哐2脚踹翻在地，像死狗一样被捆到了聚义堂我的面前。你们2个，谁是谢宝庆？臭小子，你是什么人？居然敢带人攻上我黑风山！10天前你抢了我的粮和人，君子报仇10日不晚。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一面，谢寨主居然还问我是谁？你是周记粮铺的东家，卑鄙无耻的家伙，竟然在酒水里下毒，根本不是英雄好汉！老二住嘴！周东家，周老爷，只要您饶了我兄弟2人一命，我们日后绝对对您忠心耿耿。您要我们往西，我们绝不往东；您要我们杀鸡，我们绝不砍鸭。想要这10香软筋散的解药，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嘛，小的懂，小的懂。这次大捷全是平江县叶家粮铺掌柜叶建荣透露的消息。果然不出我所料，同行就是冤家。这次劫粮事件的幕后黑手正是叶家，怪不得出事后他们第一时间把黑风寨的消息透露给白胜。表面是好心，实则是想看我周记粮铺的笑话。看着眼前这2个还在祈求解药的人渣，他们不知道百草枯根本无药可解，更不知道我从没打算留活口。但既然供出了叶家，这笔账我就记下了。审问之下，这帮土匪终于吐了口，原来是平江县叶家的大掌柜叶建荣，不仅许诺以后收购赃物，还砸了整整20根金条买我对头。听到这个数字，我冷笑一声，心中却不禁感叹叶家的豪横。我辛辛苦苦赚了10几万两白银，却连金条的面都没见过。这倒是提醒了我，黑风寨盘踞多年，油水肯定不少。我顺势掏出一瓶百草枯，谎称是10香软筋散的解药，在他们面前晃了晃。这2货眼神瞬间亮了，心里那点先交钱换命，解毒后再反杀我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我也乐得陪他们演戏。谢宝庆带着我穿过投降的喽啰，足足走了3天才挪到赃宝库。2大箱金银珠宝确实不少，但最让我惊喜的是，那上百把长刀、几十张硬弓和3套铠甲。平凉县现在缺的不是钱，正是这些保命的家伙事。
您看这宝贝都给您了，我和我二弟的解药。先别急，你们兄弟二人是真心要率领弟兄归顺于我。大人，这个自然。我们兄弟二人日后定然为大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你们这黑风寨上一共有多少号人手？回大人，加上我们兄弟二人，黑风寨上下一共318人。王庭，听好了，带一半人手去外面，除了这2个当家的，剩下的316人一个不留。记住了，动作麻利点，给他们个痛快。剩下的人把这些物资搬大厅去。得令。你这卑鄙小人，刚刚说好了给我们解药的，竟然出尔反尔！出尔反尔？我可从没记得答应过给你们解药。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世上根本就没有10香软筋散的解药，因为你们喝的是百草枯，毒入骨髓，大罗金仙也救不回你们的烂命。谢宝庆和独眼龙想冲上来拼命，却被我的卫兵两脚踹翻在地，绝望的瘫软下去。我留着他俩还有大用，至于外面的那些喽啰，我下令全杀，并非天性残忍，他们喝了掺毒的酒水，不死也是烂穿肠堵活受罪。一刀下去反而是种解脱，还能顺道让我平凉县的新兵见见血。在这个乱世，只有经历杀伐，才能迅速成长。看着满地的尸体和物资，我心中并无波澜。若非平凉县装备落后，人手不足，我也不屑用下毒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但为了活下去，我不介意当这个恶人。杀鸡宰鸭时，家禽尚且会扑腾，更何况是人。此刻黑风寨聚义堂外哀嚎连天，那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起初我或许还会心生不忍，但当我踏入地牢的那一刻，所有的怜悯瞬间烟消云散。地牢昏暗，10几个衣不蔽体、浑身伤痕的女子像受惊的羊羔一样死命往墙绞挤，仿佛那里能提供一丝虚假的安全感。我让士兵点亮火把，才看清脚边躺着一个浑身泥泞、血污交织的女子。她已是近期多出气手。我脱下外衣刚给她披上，一身血污宛如修罗的王挺便冲了进来。他不顾礼仪尊卑，一把挤开我，抱住了地上的女子，疯狂摇晃。看着这一幕，我才明白这小子刚才为何冲锋陷阵不要命，原来是为了救他的老相好。而在地牢更深处，那些被割舌、挖眼、断肢的肉票正从黑暗中爬出，这里的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罪恶。春妮儿，春妮儿，是我，你的挺哥。挺哥，你也被那群贼人抓上山了吗？没有，春妮，我来晚了，我来救你了。诸位姑娘不要怕，我是平凉县令，今日黑风寨已破，你们安全了。王挺是我手下的兵，不必惊慌。真的是官爷大人啊，我们都是被绑来的肉票，因为家里凑不齐赎粮，被这群杀千刀的折磨成这样。大人，你看那个哑巴卢达，他本来是个雕刻家，就因为他那怀胎十月的老婆被土匪硬生生剖开肚子查男女，他想反抗就被割了舌头啊！吴老六在外面316名禽兽一个不留，统统了结了。现有40多弟兄看守，10多人在挖坑准备埋尸。这群畜生全尸都不配留，还挖什么坑？去砍些木材来，一把火全给我烧了。另外给这些受难的乡亲煮粥，切记别拿错了咱们投过毒的粮食。幸存者们互相搀扶着走出地牢，第一时间便涌向后山堆尸处，那里早已血流成河，浓烈的腥气让我胃里翻江倒海，但我强撑着没有呕吐，因为我要在手下面前立住威信。反观那些百姓，仇恨战胜了生理反应，他们对着尸体疯狂踢打吐口水。就在这时，士兵来报寨外有一队人马扣关，吓得我心头一紧，以为是漏网之鱼，毕竟兄弟们体力已到极限。但听完后半句我却笑了，来者打着叶姓旗号，带着礼品领头的正是平江县叶家。好啊，正愁没地方算账，这暗害我粮食铺的罪魁祸首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叶建荣带着20个挑夫上山的时候，我早就让人把黑风寨布置成了一座诡异，山门紧闭，岗哨的衣服上故意抹满了鸡血，整个寨子静得只能听见乌鸦叫。叶建荣是个老江湖，一进门就想塞银子打听消息，但我那群经过军事化管理的士兵根本不吃这一套，只回了他一脸的凶相。为了给这位大财主一点小小的震撼，我特意在去聚义堂的必经之路上摆了点道具，几滩未干的血迹，还有一只不知道从哪具尸体上捡回来的断手。看着叶建荣那张瞬间煞白的脸和那些吓得腿软的挑夫，我知道这出空城计变修罗场的戏已经成功了一半。等他们哆哆嗦嗦挪进聚义堂，我早就安排好的10个刀斧手分列两旁，浑身血污，眼神凶狠。叶建荣刚跨过门槛，膝盖一软，直接瘫在了地上。我坐在虎皮椅上，眼神示意手下把他像提溜小鸡一样拎到我面前。蘑菇，哪里路？什么价？大王饶命！听不懂人话，老子问你是干嘛的？回大王，
小的是平江县叶家粮铺的大掌柜叶建荣，前段时间和谢寨主有笔生意，今日是来结尾款的。谢宝庆还会做生意？哼，拿来，快拿上来。叶掌柜，如果我没记错，当初约定的是20根金条，这里只有10根，你叶家是欺负我厉飞羽的刀不够快吗？冤枉啊，厉大当家，之前那10根定金我已经亲手交给谢寨主了，这只是尾款。谢宝庆，那死鬼欠了我1碗凉粉钱，已经被我宰了。从今天起，这叫飞羽债。我问你，那10根金条，你可曾交到本债主手里？这没有。既然没交给我，那就是没给。怎么，谢宝庆的账是账，我厉飞羽的账就不是账了？杀人放火厉飞羽，救苦救难周县令，老子虽是恶人，但也讲个理字。叶建荣被我这套土匪逻辑绕得哑口无言，心里估计在骂娘，但嘴上只能认栽。见火候差不多了，我转头看向旁边一脸呆滞的吴老六，准备让他带人去后山那座尸山前接受最后的心理防线摧毁。张大彪，叫你呢。老大，有什么吩咐？带叶掌柜他们去后山转转，那堆东西还没烧吧？让他们找找谢宝庆和独眼龙的尸体，好好看看欠了我厉飞羽的钱是个什么下场。我也没废话，下巴一抬，两旁的士兵心领神会，架起叶建荣和那个已经吓尿了的叶家少爷，像拖死狗一样拖往后山。刚转过山坳，一股浓烈的尸臭味就像一堵墙一样撞了过来，熏得人天灵盖都在跳。那是黑风寨300多具尸体堆成的肉山，苍蝇嗡嗡作响，血水顺着石缝往下淌。我胃里也是一阵翻江倒海，但脸上还得绷着那股子杀人如麻的狠劲，冷冷地看着这3个面无人色的肉票。扔进去，让他们找找谢宝庆和独眼龙，顺便问问那10根金条的账到底该怎么算。进去，要么把谢宝庆刨出来替你们还钱，要么现在就把金条交了，2选1。别杀我！叶建荣刚退2步，一具尸体顺着坡度哗啦一声滑下来，正好砸在他脚边。那死不瞑目的眼珠子直勾勾地瞪着他。叶建荣惨叫一声，双膝一软，直接跪在了血泥里。那个叶家少爷更是白眼一翻，当场吓晕了过去。李大当家饶命，李爷爷饶命！10根金条我们出，我们马上出。叶掌柜，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屠了这黑风寨吗？是因为他们欠钱。是欠债还钱？错，是因为谢宝庆去西域我的龙门客栈吃凉粉，吃了2碗，却只给了1碗的钱，害得老子带着兄弟们千里迢迢从大漠追杀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凉粉？为了这1碗粉钱，我灭了他满门300口。小伙子，你说这笔账我该不该算？该，太该了。谢宝庆不是东西，欠债还钱，死有余辜。这凉粉钱必须给。看着叶建荣那副要把谢宝庆祖坟都刨出来的架势，我知道火候到了。我让人把这几个吓得半死的家伙拖回聚义堂，离开了那地狱般的后山。叶建荣贪婪地呼吸着空气，仿佛刚从鬼门关爬回来。我大马金刀地往虎皮椅上一坐，双脚架在桌案上，开始进行最后的收割。我看叶大掌柜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既然这凉粉的账算清了，那咱们聊聊现在的账。15根金条，1根都不能少。是15根。厉大当家，刚才在后山不还是10根吗？那是刚才，为了追这1碗凉粉钱，我搭进去300条人命的利息。如今我只收你5根金条做利息，按9出13归的规矩，这简直是在做慈善。叶掌柜，你自己摸着良心说，贵吗？不贵，不贵，大当家简直是活菩萨，一点都不贵。既然叶掌柜这么爽快，我也不能不懂礼数。初次合作，我这儿有一份大礼，得让叶掌柜带回去。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大当家没杀我们，已经是天恩了。什么人头，什么胳膊腿的，我们真不敢收啊！戏演到这份上，我已经不仅仅是在榨财，更是在享受这种猫捉老鼠的快感。看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叶建荣，我故意将手中的虎头刀重重往桌上一顿，刀锋震颤，发出嗡嗡的蜂鸣声。叶建荣吓得浑身一哆嗦，眼珠子乱转。我知道这老狐狸要搬救兵，也就是搬后台了。果然，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咬着牙抬出了那张他以为能压死我的底牌。本寨主头一回送礼还有送不出去的，怎么？你叶家是看不起我厉飞羽，还是觉得我这把刀不够快？不敢，不敢，只是厉大当家的，您可知道这雍州知府姓甚名谁？雍州知府，那是哪根葱？
不敢有瞒大当家的。这雍州知府姓叶，名光明，表字重光，正是我平江县叶家之人。大当家的若是……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是叶知府的家里人。巧了，实不相瞒，我厉飞宇其实也是个读书人啊。读书人？想当年，我厉飞宇闻鸡起舞，寒窗苦读2年半，练习10场，那是相当感人。结果呢，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世道不公啊，逼得我只能跑去西域杀人放火，维持生计。但我这心里最敬佩的就是像叶知府这样能金榜题名的文化人。叶剑荣听得一愣一愣的，显然没见过哪个读书人是苦读2年半就去西域杀人的。但他看我这副他乡遇故知的癫狂模样，还以为我真被叶光明的名头唬住了，脸上竟然浮现出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甚至我都能看到他眼神里开始盘算着怎么把那15根金条赖掉。呵，天真，既然是同道中人，那我这回礼就更得送了。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转头看向一旁待命的吴老六，也就是张大彪。既是知府大人的亲戚，那这礼物我更得送了。张大彪在，去带兄弟们把库房里谢宝庆3天前抢来的那批新粮通通给我搬上来。咱们虽是草莽，但也不能让叶家的朋友空手而归。吴老六那只独眼猛地一亮，他太清楚3天前的新粮是什么了，那是我们亲手撒满百草库毒液的催命符。为了防止误食，那批麻袋上特意画了库楼标记。没过多久，几百斤大米被堆在了聚义堂中央，米袋敞开，晶莹剔透的精米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谁能想到，这每一粒米都浸透了无药可救的剧毒。我指着这堆死神之粮，看着叶剑荣那张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却又不得不笑的脸，心里乐开了花。叶掌柜，这可是谢宝庆从你们死对头周记粮铺抢来的精粮，我和弟兄们一口没舍得吃，全送你了。这份情谊够抵消一部分利息了吧？够了，多谢厉大当家厚赐。原本该留你在山上做客，但看在叶知府的面子上，我不留你。不过这15根金条还得麻烦叶掌柜回去取。张大彪，你陪叶掌柜走一趟，记住，咱们是文化人，要以德服人。老大放心，只要金条到位，咱们就是好朋友。要是不到位，怎么说话呢？叶掌柜出身书香门第，军速雅达，必不至令我弟兄徒劳烦也。叶掌柜，你说是不是这个理？是，大当家学富五车，字字珠玑，在下一定照办，一定照办。黑风山的大火烧得正旺，300多具尸体化作灰烬的同时，远在平江县的叶家大宅里也在上演一出惊弓之鸟的好戏。虽然我人不在场，但我能想象出叶家家主叶武华那气急败坏的模样。听说他最心爱的那枚白玉貔貅被摔得粉碎，叶剑荣像条死狗一样跪在地上瑟瑟发抖。这2只老狐狸猜到了厉飞宇可能和我的周记粮铺有关，但那个已被我安排跑路的空铺子成了最好的障眼法。恐惧最终战胜了贪婪，他们决定破财消灾。当然，这笔账最后肯定又要算在平江县的百姓头上。欺人太甚！这群贼人还敢如此欺我叶家！老大，你说那厉飞宇到底是不是周记粮铺养的狗？家主，那周记的掌柜白胜早就关门跑路了。这黑风寨杀人如麻，300多口说灭就灭。周记那种做生意的，怕是没这么黑的手，也没这么硬的后台。罢了，形势比人强。那厉飞宇就是个疯子，为了碗凉粉能灭人满门。这15根金条给他，不过这笔亏空，通知下面的粮行，明日粮价再涨3成。叶家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却不知道此刻坐在他们客厅里的吴老六早已不是当年的吴老六了。作为我亲手调教出来的兵，他脑子里装的不是银子和女人，而是3大纪律8项注意。叶武华为了摸底，竟然使出了那一套老掉牙的把戏——美人计。屏风后走出的女子轻纱遮体，酥胸半露，那红木盒子里装着的不仅仅是金条，更是试探人性的诱饵。叶当家的，茶都喝了2盏了，我们寨主交代的金条，你是给还是不给？若是不给，我厉飞宇大哥的刀可不认人。张英雄哪里话，钱自然是有的。来人，上金条！张英雄下山辛苦，这盒子里是15根金条，这点心意是老朽特意备下的薄酒和红颜知己，张英雄不妨留下来痛饮几杯。那女子的身段确实勾人，吴老六的眼神也确实愣了一瞬，但下一秒他脑子里蹦出的不是春宵一刻，而是我在夜校里反复敲打的那4个字：糖衣炮弹。在吴老六眼里，这哪是美人，这分明是想要腐蚀革命意志的毒药。他猛地站起身，一把夺过红木盒子，动作粗鲁的像是在抢战利品。叶当家的，酒就不喝了，
我家大哥说过，这城里的糖衣炮弹最是伤人。金条我拿走了，咱们两家的账两清。糖衣什么弹？张英雄真的不留。告辞。看着吴老六决绝的背影，叶武华站在原地百思不得其解。他搞不懂这群新来的土匪为何如此油盐不进，但他更不知道的是，他刚刚花大价钱赎回来的那批粮食，每一粒都浸透了百草库的毒液。等到叶家人把这批救命粮吃进肚子里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账才算是真正结清。黑风山的大火还在我身后噼啪作响，300多具尸体，连同那个罪恶的寨子，此刻都化作了冲天的黑烟。我没有回头，只是挥动马鞭，带着队伍一路狂奔。来时运粮走了3天，回程咱们只用了1天。马背上，谢宝庆和独眼龙像2滩烂泥一样挂着，百草库的毒劲上来了，两人嘴角泛着白沫，眼珠子都要瞪出来，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吊着。刚看到平凉县那巍峨的城墙，谢宝庆那浑浊的眼睛里竟然闪过一丝恐惧，八成是把这当成了重兵把守的平阳城。我不给他反应的机会，一勒缰绳，战马嘶鸣，稳稳停在城门口。守门的王二牛还在打瞌睡，被这杀气腾腾的阵仗吓得差点掉了长枪。王二牛，别发愣了！大老爷，您回来了。去，扯开嗓子给我喊，告诉全城百姓，祸害他们的黑风寨头子，本县令给抓回来了。今日午时，菜市口问斩。顺便去衙门把我的官服取来，我要亲自监斩。得令，乡亲们，大喜事啊！县令大老爷把黑风寨的土匪头子抓回来了，50问斩，50问斩呐！王二牛这一嗓子就像往滚油锅里泼了一瓢水，不到1刻钟，原本死气沉沉的街道瞬间被挤爆，4、5千人涌上街头。这里面有一半是被土匪逼得家破人亡的流民，他们看着囚车里那2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恶魔，眼里的怒火几乎能把囚车烧着。我骑在高头大马上，听着耳边从窃窃私语逐渐汇聚成惊涛骇浪般的咆哮。是他，就是他，华成辉我都认得。谢宝庆，独眼龙，还我手指，还我手指！天杀的贼呀！我那可怜的闺女春妮呀，就是被这群畜生掳走的，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啊！钱勇，听马，大娘，你刚说春妮可是和王家村王挺相好的那个春妮？是啊，那就是我可怜的娃。大娘，把眼泪擦干，春妮没死，本官这次把她一并救回来了，人就在后头，跟着王挺的大部队，马上就到家。真的，老天爷保佑，老天爷开眼啊！大娘，谢什么老天爷？这贼老天什么时候救过咱们？要谢就谢咱们的青天大老爷。是，谢大老爷，县令大老爷万岁！县令大老爷万岁！周青天万岁！万岁的呼声如海啸般将我淹没。我坐在马背上，看着那一张张狂热的脸，嘴角止不住的上扬。这就是民心，这就是权力的味道。而我身后的囚车此刻已经变成了移动的垃圾场，烂菜叶、臭鸡蛋，甚至石块铺天盖地地砸在谢宝庆和独眼龙身上。这2个原本就半死不活的家伙被砸得连惨叫的力气都没有。我甚至担心他们撑不到刑场就会被活活砸死，但转念一想，死就死吧，不管是毒死还是被百姓砸死，都是这平凉县凝聚力的最好粘合剂。还别说，好人不长命，祸害留千年。这黑风寨大当家谢宝庆和2当家独眼龙，这一路被百草库折腾，又被平凉县百姓拿烂菜叶、臭鸡蛋招呼，本来只剩一口气，现在到了鬼门关门口，反倒回光返照，精神奕奕。百姓们在大街给我搭了凉棚，摆了案桌，我大马金刀往那儿一坐，吩咐人拿来铜皮大喇叭。眼看日头到了正午，我抓起金堂木往桌上一拍，平地一声雷，好戏开场。带人犯黑风寨大当家谢宝庆以及2当家谢耳朵。人群瞬间散开，4个壮汉把这俩粽子押了上来。谢宝庆倒是老实，那个独眼龙，也就是我嫌麻烦随口瞎编了个名字叫谢耳朵的倒霉蛋，在那拼命挣扎，呜呜乱叫，估计是怕顶着这名字下了地府变孤魂野鬼。但我才不管那些。让人撤了头顶遮阳的天幕后，我举起大喇叭，迎着全县百姓期待的目光，开始了最后的审判演讲。诸位乡亲，诸位父老，台上跪着的便是黑风寨的2个头领，听本官细数他们的罪状。在那平江县黑风山有一伙强人，带头的便是这谢宝庆，集结300多贼，匪称王称霸，杀人放火，害得百姓苦不堪言。虽说那是平江县的地界，但这帮畜生竟敢劫掠杀害我平凉县的百姓，本官这就坐不住了。本官是什么人？是你们的青天大老爷，是你们的父母官。孩子们受苦受难，做父母的于心何忍？前些日子，本县令身先士卒，纠集咱们平凉县50勇士，跟黑风寨杀了个天昏地暗，饶是那黑风寨匪徒足300多人，占据天时地利，但咱们50勇士个个以一敌十，照样杀得他们片甲不留，活捉贼首。县令大老爷，威武，真英雄也！
县令大老爷威武，真英雄也！台下的欢呼声震天响，跪在台上的谢宝庆气得肺都要炸了。他心里门清，我这是靠10箱软金散下的毒，哪来的以一敌十？他想骂我卑鄙，可惜嘴被堵着，只能扭动身躯呜呜抗议。边上的刽子手哪惯着他，对着他尾巴骨就是精准一脚，疼得他眼泪狂飙，瞬间老实了。事实虽是我用了春秋笔法，但赢了就是赢了。紧接着受害者们轮番上台控诉，我看这群情激愤的架势，再说下去得说到明天。火候已到，我重新举起喇叭，扔下了令签。这黑风寨罪行罄竹难书，其余匪兵已全部伏诛。今日本官便将这贼首谢宝庆、谢耳朵2人斩首示众。今日就要世人看看，犯我平凉县者，虽远必诛。我也没含糊，眼神示意下，前捕头找来的老刽子手手起刀落。谢宝庆那柄曾经饮血无数的虎头刀，此刻却成了送他上路的凶器。咔嚓2声脆响，2颗人头精准落入竹篓。谢宝庆和独眼龙那平滑的脖颈断口处，瞬间喷出一股漆黑如墨的腥血，那是百草枯侵蚀后的剧毒之症，看着像极了那令人作呕的石油。台下原本屏息的百姓，在短暂的死寂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嚎。那不是恐惧，是积压了数年的冤屈终于得雪。紧接着，不知是谁带的头，黑压压的人群像割麦子一样跪倒一片，几千个响头磕在黄土地上，震得地面都在抖。苍天有眼，青天大老爷为咱们报仇了！大老爷万岁！犯我平凉者，虽远必诛。诸位父老乡亲，快快请起！杀贼安民是本官的分内事，这头我不受。咱们今后要做的，就是好好活着，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气死这帮九泉之下的恶鬼。好不容易安抚住这群情绪激动的百姓，看着人群三三两两的散去，我刚想让人把那2具剧毒尸体拖去深埋，眼角余光却猛地瞥见一道瘦小的黑影，正逆着人流发疯似的冲向刑台。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他就像一只灵巧的耗子，钻过警戒线，从怀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饼子，二话不说就往谢宝庆那还在冒着黑血的脖颈里塞。他甚至怕沾得不够多，还用手在血泊里狠狠抹了几下，直到那块饼子被漆黑的毒血浸透。我的头皮瞬间炸开，这哪里是迷信的人血馒头，这分明是百草枯毒饼，这要是吃下去，神仙难救！快把那个孩子给我拦住，别让他跑了！快，大老爷有令，截住那娃娃！那小男孩滑溜得像条泥鳅，连续晃过2个壮汉的扑救，眼看就要钻进巷子，旁边一个干瘦的老汉猛地扑上去，一把拦腰抱住了他。那孩子像发了狂的小兽，张嘴就咬在老汉干枯的手臂上，鲜血直流，但老汉就是死不撒手，硬是把他拖到了我面前。哎呦，这小崽子牙口真利索，大老爷，人给您摁住了。老孙头，这是你家孙子。大老爷折煞我也，我家是个丫头片子，哪有这福气？这是谁家的娃娃？大人呐，滚出来领人！没见过啊，不认识，不像咱城里的孩子。大老爷，这娃娃怕是吓坏了，他要是冲撞了您，我替他赔个不是。您千万别跟个不懂事的孩子计较，法外开恩呐！我不懂事，我这是在救他的命，我没有废话，掏出一块手帕隔着手，一把夺过男孩手里那块还在滴着黑血的毒饼，看着那致命的黑色液体，我心中的怒火彻底压不住了。我高举着那块毒饼，面对着这群眼神中还透着一丝迷茫的百姓，直接开启了咆哮模式。小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吗？都和你们说过多少回了，这沾了人血的馒头，它治不了病，更救不了命。要是吃人血能治病，那还要大夫做什么？还要我见着兴农和医保做什么？你们是不是觉得吃人肉啃人骨就能长生不老了？愚昧，简直是愚昧之极！我怒视四周，人群鸦雀无声，只有关于细菌和喝开水的窃窃私语在蔓延。看来我的科普已经深入人心，没人再信这愚昧的人血馒头。但这反而让我更愤怒，究竟是哪个不负责任的家长，让这么小的孩子出来搞这种封建迷信？找不到正主，我只能把火撒在手里这块黑乎乎的东西上。我手腕一抖，那块沾血的黑粒饼被狠狠摔在地上，咔嚓一声摔成8瓣。我还觉得不够，抬起官靴在那堆碎屑上狠狠碾了几下，直到将它彻底踩成一滩辨认不出的黑泥。哇，坏人！你是坏人，那是救命的！哦，贪官狗贼，你赔我阿姐的命！哎呦，我的小祖宗，大老爷，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呀！谁？哪个不知死活的敢骂青天大老爷？我看你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了。二牛，住手！咦，
这回禀大老爷，这娃娃我认得，昨天刚登记进城的流民，跟他姐姐一起来的，不是咱本地人。王二牛这一句刚进城，瞬间浇灭了我心头的无名火。原来是个信息差，这孩子不是蠢，是还没来得及知道我平凉县的规矩。为了吸引人口，我可是砸了血本搞了新农合医保，看病全是公家兜底。这孩子放着免费的神医不找，跑来求这要命的人血馒头。看来我的宣传工作还得下沉。我当即转身对着正在不远处看热闹的医药铺丁掌柜和李大夫招了招手，两人一看我脸色不对，一路小跑过来，脑门上全是冷汗。大老爷冤枉啊！我们真没见过这孩子，绝不敢见死不救啊！行了，不知者无罪。这孩子的家人多半是病重了，才会信这种偏方。你们两个现在就跟着这孩子走，不管用什么药，把他家人给我救回来。是，既然是大老爷吩咐，那就是阎王爷手里抢人，我们也得抢回来。都给我听好了，别的地方我管不着，但进了这个城门，只要还是个活人，本县令就绝不会让他病死在街头。大老爷仁义，记住了，来了我平凉县，就是我平凉人，守望相助，不离不弃。我看着那小男孩脸上的仇恨逐渐转化为迷茫，最后变成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感激。王二牛一把抄起那孩子，带着两个大夫火急火燎地往安置区跑。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这哪是治病，这是在给我的人证打活广告。这几万流民的心稳了。看着王二牛背着那孩子狂奔而去，那孩子回头看我的眼神，已经从看贪官狗贼变成了看再生父母。收买人心往往就在这一犯一念之间。但这边的温情刚结束，我转身面对那一地的尸体时，眼神瞬间冷了下来。谢宝庆和独眼龙虽然死了，但他们血液里流淌的是我下的百草枯，这玩意儿皮肤接触久了也能要人命。我立刻下令，让所有人戴上加厚的手套，处理尸体时必须像处理核废料一样小心，绝不能沾上一滴血。在这个极度缺人的节骨眼上，每一个劳动力都是我的宝贝疙瘩，死一个我都心疼。3天后，城楼上的哨兵扯着嗓子的一声吼，让整个平凉县彻底沸腾。回来了，剿匪的大部队回来了，凯旋了，咱们赢了！吹唢呐，敲锣鼓，打开城门，全城迎接。城门大开，那一车车缴获的物资和被解救的乡亲像一条长龙涌入县城。春妮的母亲槐花婶看到女儿坐在板车上，哭嚎着扑了上去，母女俩抱头痛哭。这种大喜的日子，光有眼泪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油水。虽然我现在手握10万两银子，但这鬼地方有钱都没处花，鸡鸭瘦得像拳头，土豆刚种下还在发芽。我翻遍了仓库，最后做了一个在现代人看来寒酸，但在大陈国难民眼中堪比国宴的决定：全城吃干饭，榨菜炒饭。传令下去，今天平凉县不过了，有一个算一个，全城开席，不喝稀的，全给我吃干的。大人，全吃干的，那得费多少米啊？费多少米我出，不仅全是干饭，还要放油，放榨菜，给我往死里炒。我要让全城的空气里都是米香味。县太爷万岁！青天大老爷万岁！一口口大锅在广场上架起，猛火爆炒，油脂包裹着米粒，混合着榨菜的咸香，那股霸道的香味瞬间席卷了全城。对于这群半辈子都在喝观音土和杂粮呼呼的百姓来说，这哪里是炒饭，这分明是玉皇大帝的贡品。也就是在这股香味飘进安置房的时候，昏迷多日的齐南醒了。他一睁眼就看到弟弟端着一碗油光锃亮的炒饭，那香味像钩子一样勾着他的魂。但下一秒，他的脸色变了。姐，你醒了，快尝尝，可香了。阿弟，你手中的粮食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偷的？不是啊，这是县太爷发的，全县人都有。还敢撒谎？哪有县令发干饭的，还放了油？你当我烧糊涂了吗？啪的一声脆响，齐南巴掌狠狠抽在弟弟屁股上。他一边打一边哭，因为在他的认知里，这就好比有人在沙漠里免费发冰镇可乐，除了偷，根本没有第二个解释。他不知道的是，那个被他当成神话故事主角的傻子县令，正站在城楼上，看着满城狼吞虎咽的百姓，笑得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姐，别打了，不是偷的。爹娘走得早，教你的礼义廉耻都喂了狗吗？咱们就算饿死也不能做贼。你把人家的粮偷来了，人家吃什么？大妹子，你这是作甚？咋一醒来就下死手？要不是你弟弟求那活菩萨般的县太爷派人救你，你这条命早就没了。姐，这真是县令大老爷发的，我没偷。还敢撒谎？这年头连米汤都是奢望，哪有官府给百姓发干饭的？还是油炒的。大妹子，你睁眼看看，我家石头和二牛吃的是啥？齐南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门口蹲着一大一小2个身影，
石头和王二牛正抱着比脸还大的海碗，拼命往嘴里刨饭。那不是稀粥，是实打实的榨菜炒饭，米粒颗颗饱满，油光在阳光下甚至有些刺眼。齐南愣住了，这场景不仅击碎了他的常识，更让他产生了一种置身江南富庶之地的错觉。看见没？这都是咱们县太爷赐下的，没有县太爷，咱们早成枯骨了。大妹子，误会解开了，就赶紧趁热吃，这榨菜炒饭香着呢。阿弟，姐错怪你了，打疼了吧？不疼，姐，你病刚好，没力气。哎呀，娘，县太爷在夜校说了，大病初愈不能吃重油重盐，得喝稀粥。这炒饭姨若是吃不下，不如去，就知道吃。大妹子，我去给你熬粥。这碗炒饭给这2个饿死鬼分了吧。话音未落，石头和二牛如同饿狼扑食，3下5除2将那碗炒饭扫荡一空。更让齐南震惊的是，这2人吃完一抹嘴，端着空碗又跑了出去。没过一会儿，竟然又笑嘻嘻地端着满满当当的炒饭回来了。这就不是施舍，这是管饱。齐南还在发愣，却见刚刚还像饿死鬼投胎的2个孩子，突然放下了饭碗，蹲在墙角，手里拿着树枝，神情变得异常严肃。他们在干什么？画符？写字呢，那是县太爷教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这笔锋。北安，快吃，时辰到了。姐，我先走了，还要去夜校占座呢。还没等齐南反应过来，2个小家伙一人抱起一个沉重的木桩子，像屁股着火一样冲出了院子。曾经那个连父亲拿鞭子抽都不肯读书的顽皮弟弟，如今竟然为了去上课，连饭都顾不上吃。齐南看着那一溜烟消失的背影，又看了看远处灯火通明的广场，心中对那个素未谋面的县令大老爷升起了无限的好奇与敬畏。婶，他们这是抢前排去了，那是给娃娃们的专座。去晚了，可就听不清县太爷讲那赵子龙的故事喽。夜幕降临，我大手一挥，城西南那片空地瞬间亮如白昼，成百上千盏灯笼同时点燃。这燃烧的不是灯油，是银子，更是我砸向这愚昧世道的开山符。刚喝完我那琼浆玉液般米粥的难民们，此刻不管是新来的齐南，还是老油条王二牛，都乖乖地坐在马扎上。我不为了别的，就为了那句再穷不能穷教育。一声钟鸣，原本喧闹的千人广场瞬间死寂。我拿着扩音大喇叭走到台前，像审视士兵一样扫视着这群大字不识的学生。昨日本官教了你们《三字经》的一小段，现在所有人听令，默写。小娃娃写在字板上，大人给我写在地上。若是写不出来的，明天中午的饭就省了吧。开始。随着我一声令下，场面比开饭还要壮观。几百只手同时伸进怀里，掏出木棍、木炭，稀里哗啦的写字声像春蚕吃桑叶一样响成一片。我背着手走下高台，穿梭在人缝中。大部分人握笔的姿势像握锄头，写出来的字像鸡爪爬，但没人敢停笔。毕竟吃饭这2个字比任何圣人道理都好使。突然，我的脚步停住了。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没有双臂的老人正趴在地上，嘴里死死咬着一根木棍，脖颈轻轻抱起，一笔一画在地上戳着。停一下。大老爷，是不是老头子挡着路了？老江头，人之初，性本善，这字风骨峭拔，比我写的都要好上3分。你练过？瞎写的，怎敢跟大老爷比？不必过谦，我正愁咱们县新盖的房子光秃秃的不好看，缺个人往上面写核心价值观。老江头，这活儿你接不接？这大老爷不嫌弃我是个废人。在我平凉县，没有废人，只有放错位置的人才。明日去找孙师爷，这写字的工钱按最高档算。大老爷给口饭吃就是大恩了，哪里敢要工钱？老头子这条命就是您的。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好好干。安抚完老江头，我转身继续巡视，眼角的余光却瞥见旁边不远处的王二牛正鬼鬼祟祟的想把地上的字抹掉。我一步跨过去，低头一看，这货把扇子底下的口赫然写成了一个日字。还没等他解释，我手中的戒鞭已经带着风声抽了下去。哎呦，大人饶命！扇子底下是个口，你给老子写个日，怎么？你那扇心是晒出来的？手伸出来！大人，我错了。啪，记住了吗？记住了，是口不是日。清脆的鞭声在空地上回荡，原本还有些懈怠的人群瞬间坐得笔直，手中的木棍握得更紧了。我收起戒鞭，看着这群既敬畏又充满希望的百姓，心中暗笑，一手拿大柄，一手拿大棒，这才叫教化。我也知道，指望这群大字不识的汉子一天学会《三字经》，那是做梦，所以我只教了3句子不学，断脊柱，便立刻切换赛道。
我从怀里掏出一根粗麻绳，站在讲台上，并没有急着说话，而是双手翻飞，瞬间打出一个复杂的普鲁世界。紧接着又是一变，化为银钉界。台下原本还有几个自诩经验丰富的老猎户抱着胳膊一脸不屑，觉得我这县太爷是在班门弄斧。我二话不说，将打好结的绳子扔给那老猎户，示意他解开。那老猎户满头大汗，抠了半天，绳结纹丝不动。我走过去，轻轻一抽，绳结瞬间散开，全场瞬间鸦雀无声。那几双原本轻视的眼神，此刻只剩下对神迹的膜拜。但我知道这些只是开胃菜，真正的硬菜是今晚的第3堂课。我喝了一口凉白开，将金堂木往桌上一拍，台下数百人像是收到了军令，整齐划一的把屁股往前挪了3寸，几百双眼睛死死盯着我的嘴皮子。昨日咱们讲到诸葛亮火烧新野，烧得曹兵哭爹喊娘。今天咱们接着讲第41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却说那曹操大军压境，刘备带着10余万百姓撤退，日行仅10余里，众将劝他抛弃百姓先行，刘备却哭倒在刘表墓前，百姓随我，我安忍其之。这便是仁义之主。但乱军之中，有人来报，赵子龙投曹操去了。张飞大怒，要一枪刺死赵云。可事实当真如此吗？非也。赵子龙是回头去救阿斗了。长坂坡上，赵子龙怀抱幼主，七进七出，枪起处，衣甲平过，血如涌泉。曹操在景山顶上看得眼热，急问军中战将可留姓名。赵子龙浑身浴血，勒马长啸，声如惊雷，吾乃平凉县赵子龙是也。这句平凉县一出，就像是一道晴天霹雳劈进了夜校。台下原本听得如痴如醉的众人瞬间炸了锅，几百号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紧接着爆发出轰鸣般的议论声。他们面面相觑，眼珠子瞪得溜圆，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王头更是直接从板凳上弹了起来，激动的口水都喷了出来。啥？平凉县县太爷？您没说错吧？这浑身是胆的赵子龙，竟然是咱们平凉县人？怎的？难道本县令还能诓骗你们不成？太古时期，平凉便唤作常山，咱们城外那座常山便是铁证。我的老天爷，怪不得咱们平凉人骨头硬，原来根儿在这儿。我就说咱们不是孬种，原来咱祖宗能在万军从中七进七出。赵子龙面对83万曹军尚且视若草芥，咱们身为他的后人，难道连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谁要是怂了，那就是给祖宗赵子龙丢人。不给祖宗丢人，干死他们！不服就干！看着台下这群瞬间被点燃了迷之自信的百姓，我满意的合上了书本。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更何况是一个让他们挺直腰杆的英雄神话。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心中冷笑。只要这颗种子种下去，我就能收获一支属于我的赵家军。血性这东西一旦被点燃，就会像野火一样失控。夜校刚一散场，这群原本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苦哈哈，一个个像打了鸡血，手里抄起木棍就开始模仿七进七出。尘土飞扬间，一只在场边睡觉的大黑狗被乱棍抽中屁股，惨叫着窜出2里地。我站在高处看着这群魔乱舞的景象，嘴角微微上扬。虽然他们现在看起来像一群疯子，但至少不再是待宰的羔羊。第二天一早，齐南带来的消息让我刚好的心情瞬间沉底。雍州21县全县大旱，旱情比我预想的还要恐怖。我在地图上重重画了几个圈，既然周边都活不下去了，那我就把人都骗过来。我立刻招来心腹，安排2步棋，先把粮价炒上天，再散布平凉粮价如土的消息，用这套杀猪盘把流民全吸过来。正盘算着，城外马蹄声碎，去平阳城采购的杨修回来了。我没在县衙端架子，直接策马冲向城门。远处车队刚停，杨修见我亲自出迎，连滚带爬的跳下马车，膝盖一软便跪倒在我马前，手里还死死抱着一匹布料。少爷啊，这1个多月不见，你为了百姓操劳过度，整个人都瘦了1圈啊。没有，阿修，你此番远到平阳城才是辛苦。路上我想了想，为你取了个表字，往后行走江湖也算有个名号。少爷赐字，这杨修这辈子便是死也值了。少爷，这是我在平阳城特意为您抢购的丝绸，您摸摸这料子，做身衣裳正好。衣服不急，阿修，你且跟我交个底。你离开平阳城的时候，那边的粮价是个什么光景？少爷，疯了，全疯了。我走的时候，1斗粮食已经卖到了79两银子。79两，里面怕是掺了不少沙子吧？大半是富康砂石。我当时也问这百姓怎么活，结果那粮商还在那阴阳怪气。哦，奸商怎么说？他说79两1斗你还嫌贵？这几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买不起粮食，多反思反思自己是不是种地不够努力。我听着这句似曾相识的名言，
握着缰绳的手猛地收紧，指甲几乎嵌进肉里。我把目光投向那悍情肆虐的远方，眼中的杀气逐渐凝视。79两银子1斗，平阳城的百姓要么是喝西北风长大的，要么家里有矿，真有人买得起。粮自然是买不起的，但那些粮商要的不是银子，是地契。拿祖传的田地换一口吊命的粮，这一进一出，平阳城的地皮就全改姓关或者姓豪了。吃人都不吐骨头，那你又是怎么破局的？反正咱们要撤，我就想给少爷博个万家生佛的名声。他们卖79两，我就把咱们的存粮挂牌79文，不过每人限购1斤。79文，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是不赚钱，但为了抢这1斤救命粮，平阳城的百姓把周记粮铺的门槛都踏破了。我就让人在门口喊话，这一点粮食不够吃，想活命，想要便宜粮就去平凉县。少爷您看着吧，要不了几天，这人潮就该涌进来了。我看着眼前这个一脸精明的仆从，心中猛地一跳，这哪是书童，这分明是天生的情报头子和操盘手。我当即拍板，将组建情报网的重任甩给了他和那个偷懒的白胜，并特批不设上限的经费，让他们去其他城市高薪挖墙脚。尤其是读书人和工匠。半个月一晃而过，杨修的阳谋发酵的比我想象中更猛烈。平凉县的城门几乎没关过，铁匠的打铁声，木匠的锯木声响彻全城。但我最缺的高端政务人才，依旧是凤毛麟角。某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正做着横扫天下的美梦，房门突然被砰的一声撞开。大人，大事不妙了！把舌头捋直了说，怎么了？城外来了数万匈奴！这群狗东西怎么来得这么快？快，传令全城戒备，把所有能喘气的都拉上城墙，老子跟他们拼了！不是匈奴，大人，是流民！城外来了数万流民啊！我举着剑将在半空，那股冲上天灵盖的凉气瞬间化作狂喜。我手腕一松，长剑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数万流民，这哪里是大难临头，这分明是天上掉下来的人口红利。钱勇，你个混账东西，以后把话一次性说完。还有，把你那副死了爹的表情给我收起来。啊，大人，那是数万张吃饭的嘴啊！什么流民？那是咱们平凉县的父老乡亲。你忘了门口牌匾上写什么了？为人民服务！别废话，带路！我要去迎接我的子民。在钱捕头的带领下，我登上了平凉县北边的城墙。放眼望去，城下那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这视觉冲击力简直堪比我前世经历过的5111黄金周。怪不得钱捕头之前找我时，那是那样一副火烧眉毛的德行。面对这上万人的拥堵，一般人还真扛不住。这种时刻必须由我这个平凉县一把手来拍板。为了防止生米恩斗米仇，我心中迅速盘算出了一套既能救命又不至于养懒汉的硬核赈灾方案。同时为了城市建设的长远考虑，原本无差别的福利政策必须立刻熔断，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残酷但也更高效的筛选机制。听好了，你现在立马让所有人绕到南城门进城登记，另外给我调来200城卫军维持秩序，要是有不开眼闹事的，直接给我砍了杀鸡儆猴。还有，发动城中百姓给这些人熬粥。对了，今天这粥给我熬稀一点，不要像以前一样煮的那么稠。遵命。那个老爷，那咱们之前落户发粮食的政策还有没有？这个政策取消了，谁让他们没有早些来我平凉县？现在只针对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进行补贴，而且补贴标准可以再提高一些。至于剩下的人，反正他们到杨修的国有企业去打工上班，也能养家糊口。倒不是我舍不得粮食，而是深知过犹不及的道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对这些没贡献的人太好，只会滋生懒惰。好在这些从平阳平江逃来的百姓还算老实，在200城卫军的注视下，乖乖从南门入城。原来威武卫在撤离前对那2座城进行了抢劫式征粮，唯独因为我平凉县1年前被屠过城，官兵觉得没油水才懒得来，我们这才躲过一劫。如今这些难民只求活命，虽然我下令把粥煮稀，但这平凉县的稀粥竟然比别处的救济粮浓郁得多，甚至比他们丰收时自家的米汤还强。一时间，上万百姓对我感恩戴德，我的系统声望值像坐火箭一样蹭蹭往上涨，瞬间突破了25000点。打开面板，金钱27万两，声望值2万5。看来突破5000后，每增加5000人就能抽一次奖。雍州100万人口，够我开盲盒了。不过这系统仓库升级也太黑了，突破1000两后直接10倍递增，下2级居然要1万1和110万两。好在杨修帮我赚了30万，钱倒是不愁。不想那么远了，当务之急是抽点硬通货搞基建。系统开启抽奖。这次千万别给我来什么母猪的产后护理、挖掘机维修或者摄影大全，这种废数。除了这些，棉花、大豆、精盐、雷纸我都行。我有5次机会，先抽3次。第一次，走起，停，牧草，好东西。虽然现在只有几十匹黑风寨抢来的猎马，但哪个男人
能拒绝拥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骑兵队呢？以后牛羊饲料不愁了。第二次，给我出棉花，哈哈，是成品，棉花不是种子。全县百姓过冬稳了，今天真是欧气满满，没有废品。系统大大，让我们开始第3次惊心动魄的抽奖吧。转，停，哀纸，行吧，哀纸就哀纸，总比母猪产后护理强。有了这纸，我不光能印书扫除文盲，提高识字率，等等。除了印书，我脑子里突然又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手里捏着杨修从雍州首府寄来的密信，我不禁发出了一连串意味深长的怪笑，把旁边伺候的奇男看得一头雾水。让我如此失态的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我的死敌叶光明那老小子带着一群雍州高官在青楼里集体暴毙了，死因正是那批被我加了百草枯的特供大米。这帮贪官自诩高人一等，搞了一场荒淫无度的安百吃盛宴，城外恶炮遍地，他们却在丽春院里酒池肉林，甚至用赤身裸体的姚姐儿充当剩菜的人体餐盘。只可惜百草枯这种现代农药无药可解。就在宴席第7天，叶光明正准备享用一位姚姐胸前的佳肴时，一口黑血喷涌而出。这帮人打了1周的扑克斗地主，毒气早已攻心。临死前，叶光明只能不甘地盯着那对凶器，用尽最后力气留下了一句关于奶有毒的遗言，便驾鹤西去。与此同时，这桩集体中毒案引发了陈国官场的大地震。太师文伯约趁机发难，奸相严嵩为了汽车保帅，不得不把黑锅全甩在死人身上，还假惺惺地免除了雍州1年的赋税。嘿嘿，叶光明啊，叶光明，这如狼似虎的年纪，放心，奶哪是那么好喝的。不过严嵩断尾求生倒是快，免税1年，虽然是演戏，倒也让百姓喘了口气。但那个手持金牌令箭下来的御史，恐怕才是真正的麻烦。京城的风波暂且不提，眼下平凉县衙里却来了一桩恶心事。一个叫刘达通的胖商人挺着满身肥膘站在了大堂之上。原来叶光明那厮在嗝屁之前收了这刘达通10万两银子的贿赂，特意写好了一份任免令，要把黑风寨破城的旧账扣在我头上，将我从县令强行贬为9品文书，好给这个买官的商人腾位置。在叶光明看来，我一个毫无根基的探花郎，面对这一纸公文，除了灰溜溜认栽别无他法。看着刘达通那副志得意满，仿佛已经接管了平凉县的嘴脸，我心底那股戏谑的杀意瞬间涌了上来。认命这2个字在我周易的字典里从来就不存在。你确定上面的文书写着我如今被贬为了9品的文书？不错，本官正是这平凉县新上任的县令周大人，还不快快交接？在这个刘达通来之前，我就听说过这肥头大耳的家伙。他原本想花钱贿赂叶光明，找个富得流油的地方去盘剥百姓，结果被嫌钱少，发配到了我这鸟不拉屎的平凉县。起初他还满脸嫌弃，可一看到我这比雍州首府还气派的城墙，这货的眼里瞬间冒出了贪婪的绿光。他觉得这儿有水大得很，于是他带着狗头军师董会大马金刀的闯进我那对百姓不设防的县衙，把一张委任状颐指气使的甩在我脸上。看着这2货，衙门里的兄弟都以为来了俩疯子。钱捕头刚要动粗，我却拦住了。我看过委任状，心如明镜，我是皇帝钦贬的官，只有皇帝能动我。那个已经死透了的叶光明根本没资格罢免我。按理说我完全可以把这胖子轰出去，但我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更好玩的计划。看着这送上门的肥猪，我心里发出了一阵桀桀的怪笑，这可是个设局的好机会。且慢，棒下留人。钱捕头，孙师爷，把衙门里所有人立刻召集起来，我有大事宣布。至于这位刘大人，请上座，给大伙介绍一下，眼前这位刘达通，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新县令了，而本官已经被贬为9品的文书。放屁，这怎么可能？大老爷，您来的时候城早破了，前任县令脑袋都挂墙头上了，这分明是栽赃嫁祸，这份委任状一定是伪造的，这2人肯定是匈奴或者契丹的奸细，兄弟们，直接杀了算了，杀了他们，弄死这2个奸细。周文书，这可是叶知府亲自批的，你还不快稳住你这群疯狗手下！大家都给我闭嘴！谁敢造次？其实把大伙叫来，交接是假，验心是真。我大半年好吃好喝养着他们，就是想看看关键时刻谁是人谁是鬼。看着群情激愤要撕了刘达通的众人，我很欣慰，这粮食没白喂。唯独那个钱捕头像个老油条一样坐山观虎斗，让我大失所望。要不是他儿子钱小浩带头维护我，这事过后我绝对让他滚蛋，把他儿子提拔上来。不过戏还得演下去，这个局必须做得逼真，才能让这个死胖子死无葬身之地。这委任状是真的，大家放宽心，人家刘大人再蠢，也不可能伪造文书来骗一个小小的7品芝麻官。本官在平凉县大半年，看到大家温饱无忧，也算功德圆满。既然新知县来了，我也该功成身退了。刘大人，这是象征县令身份的大印，接好。好，算你识相。有了这方大印，我看这平凉县以后谁还敢不听我的？刚才那个拿棒子的臭小子，咱们走着瞧。要不是碍于我还站在这儿，刘达通这货恐怕早就笑出声了。
看他那副志得意满的德行，像极了在废墟里捡到传国玉玺的孙坚，真以为拿了块破石头就能号令天下了，简直可笑。别说我现在是个九品官，我就算是个平头百姓，只要平凉县的枪杆子牢牢握在我手里，这地界就是我说了算。捏死他和那个狗头军师董会，对我来说比捏死2只蚂蚁还容易，但我不想惹一身骚。既然这2个不知死活的蠢货非要来横插一脚，那我就成全他们，用一招借刀杀人，利用民怨送他们上路。小浩，咱们粮仓之中还有多少粮食？回县太爷的话，前日已经清点过一回，还有16000余斤精粮大米。好，带上钥匙，我们去库房。听到16000斤精粮这几个字，刘大通和董会的眼睛瞬间变成了探照灯，还得互相对视一眼才能压住心里的狂喜。我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心里的算盘珠子在狂响。如今平阳城粗粮都能卖79两一斗，这批精米一旦贪污倒卖，不仅能回本贿赂叶光明的10万两，还能大赚一笔。2人激动得浑身颤抖，这不是冷，是贪婪到了极点的生理反应。欲使其灭亡，先使其疯狂。我领着他们查验完一个个堆满粮食的仓库，看着那个胖子几欲喷火的贪婪视线，我假装依依不舍，缓缓递出了那串足以要了他们命的钥匙。刘大人，这粮仓中的粮食本是我体恤百姓困苦，特意毁家赎难购置的。如今雍州大旱，我不忍心带走，就全部留给平凉县的百姓，以备不时之需。现在我把这牧民之责交给你，希望刘大人能善待他们。周大人真是为国为民，我辈楷模。单看周大人的人品，我就相信这次降职肯定有误会。您不妨去静安城找叶光明知府，好好申辩一番，定能解除误会。借你吉言，来人，召集全城百姓、乡亲们，从今日起，眼前这位刘达通刘大人就是你们的新县令了。什么？大老爷，你可不能走啊！没了你，我们这平凉县的百姓该怎么办呢？是啊，大老爷，您对我们有天大的活命恩情，我们还没来得及报答，您怎么能走呢？求大老爷留下，大老爷别走啊！